张嫂子，这鸡蛋你收下，我家丫头的婚事可就全靠你了。我说大妹子，这鸡蛋你还是拿回去吧，你家丫头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人家都说你给别人做媒，说一对就成一对，难不成都是假的？我的张嫂子，张大嫂，你就给我家丫头费费心吧。是啊，张大娘，你瞅瞅我这小模样长得多带劲儿。大娘你瞅瞅，我屁股这么翘，以后结婚了指定能给男方家里生一堆胖娃娃。哎呦，你这丫头说话也忒没把门的了。这也不是我不肯帮忙，老妹妹，实在是你家素素丫头名声太大了，合住咱们整个公社都没有不知道的，谁敢娶？林素素22岁，是河西村公认的一枝花，走到哪里都能吸引青年的眼球。可惜现在只要一提起河西村林素素的名字，大家就像是见了瘟神似的躲着走。我们家不要彩礼，只要男方为人踏实，肯干，长得能看得过去就行。就怕这样，人家也不敢攀着门亲呐。能不能成的，张嫂子你好歹是一试。这鸡蛋你留着吃，多少给我家这丫头费费心，我们不挑。行，那我就说试试。大妹子你就回家等我的消息吧。只是你家闺女这样的情况，恐怕得说得远一点了。成，远点也不怕。林母带着闺女站起身准备回家去，张媒婆起身要送他们到门口。大娘别送了，我婚事可全托你了，等说成了，我第一个给你送喜糖跟红鸡蛋。你家这闺女真是嘴甜，咋就传成那样的名声了？张大娘，你家这鸡圈看着也忒不结实了，上头的板子压了这么厚，塌了可咋整？林母瞬间表情惊恐，大步冲过去就要去捂林素素的嘴，可惜来不及了。张媒婆脸上的笑都还没来得及完全消去呢，就看到她家的鸡圈塌了。她大娘，你快忙活吧，我们先走了。林母拽着闺女脚下抹油，生怕走得慢了被张媒婆追上要赔钱。素素啊，娘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平时不要多说话。娘，我下次不说了。恐怕这回张媒婆也让你得罪了。母女俩刚回家，就看到刚下工的林父正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爹，你快下来，我姐回来了。怎么样，张媒婆咋说的？答应给咱家素素找对象了不？你还不知道咱家闺女那张嘴，本来都说得好好的了，结果正要走呢，就把人家张媒婆家里的鸡圈给说塌了。正当林家人以为林素素的婚事无望时，张媒婆那边却突然有动静了。林母看见张媒婆来了，心里还吓了一大跳，生怕是来追要修鸡圈钱的。大妹子，你上回托我的事情，我可给你办了啊！我的好嫂子，哎，你快给我说说，是哪家的？不是咱们镇上的，不过也不远，青云公社寨子村的。寨子村，离咱们这也不过20来里地，不远，不算远。那后生叫安青山，年纪跟你家丫头差不多，绝对不会叫这孩子再去黑市冒险干这勾当了。张媒婆说着，从兜里掏出几张黑白的照片。林素素好奇地凑过去看，拿过来照片，差点钱呕出来。这也太可耻了！错了，是这张。张媒婆连忙从林素素手上抽回那张照片，第二张照片才是那安青山。林素素看呆了，拿着照片双眼放光。这长得倒是好，就是看着怪凶的。大妹子，你这就想差了，凶点好啊，以后过日子谁敢欺负？是啊，娘，我瞅着他就不错。你家丫头都看中了，要不就见见。娘，反正我本来命就不好，你还想让我找个啥样的啊？二了，成我去问问那安家，啥时候让两个孩子见上一面？哎，张嫂子，这就走了，留下等会吃饭吧。不吃啦，我这就去安家了，那边也等着咱回话呢。那安家看着咱家丫头的照片，也满意的不得了呢。张媒婆走的时候，林素素本来跟在林母身后，一块要送她出去。素素，你去村头你二大娘家换块豆腐回来。娘，换多少豆腐？家里有你们爷仨儿，换多少豆腐都不够你们吃的。喏，豆子拿好了，别冒冒失失的。娘，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快去吧。林素素从村口二大娘那里换了豆腐，她闻着豆腐的香味，脚下加快速度往家走。小心等会儿回家掉沟，去吃一嘴巴臭泥。她懒得再跟林四奎这个小屁孩扯皮，端着豆腐往家走。卫东，算了，跟个小屁孩计较啥？话音刚落，就看到撒丫子往家跑的林四奎，竟然身子一歪，摔到路边的泥沟去了。姐，你是不是快走？等会儿咱奶跟二叔二婶来了就不好了。呜呜，我要找娘，我要找奶奶。林素素，你个灾星！呜呜。林素素和林卫东两个人一路笑着回家。喝了啥老婆尿了啊？娘，你不知道，四奎摔粪沟去了。往后少跟你二叔家那些人凑一块。知道了，娘。娘，我姐嘴这么灵，就该让我姐多说点二叔家他们的坏话，省得成天欺负我姐。你老让我姐不是忍就是躲的，多憋屈啊！臭小子，你是不是还嫌你姐的名声不够大？真俊啊，这丫头长得真好。那可不嘛，你瞅瞅，跟你家小子是不是郎才女貌的？比我家青山长得好。这姑娘长得这么俊，能看上我家青山？我说大妹子，你这不是瞎担心吗？你家青山长得别说你们寨子村了，就算是整个公社也是能数得上的，人家小姑娘咋会看不上呢？我不是说这个，我是怕人家姑娘听说我儿子。我跟人家姑娘家说了，人家愿意，就是往后要是真成了，可别再叫干这勾当了。那是肯定，他再敢我第一个打断他腿。这姑娘知道我家青山不能生布，
你不是给我说你家青山喝药治住的吗？是啊，是喝药呢，但你也得给人家姑娘家说清楚啊。堂屋里两个人正说话呢，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是安青山回来了。青山啊，快来，你张大娘了。哪个张大娘？面前这青年虽然长得比照片上还要出众，但眉眼也更加狠厉，不笑的时候看上去比照片上还要凶上一点。这就是我上回给你说的那位，我专门找了你张大娘给你说亲呢。张大娘，哎，大妹子，你快点拿照片给青山瞅一眼，看看合眼缘不？对，青山，你快看看，这小姑娘俊的哟，娘还是头回见这么好看的小丫头。好看有啥用？又不能当饭吃。别吊儿郎当的，你要气死我是不？安青山不情愿地拿起桌子上那张黑白照片，眼皮一抬，就这么一眼，他的目光就移不开了。他猛地想起17岁那一年，他跟邻村一伙混混打架，回家的路上被人从后头敲了一闷棍，他晕在路边。等醒来的时候，发现是一个小姑娘拿着帕子给他止血。怎么样，是不是好看？好看，那就妥了，合眼缘就成一半了。咱们定个日子，我好跟人家姑娘家那边也去说说，两家子见上一面。那指定是越快越好。那要不就后天吧，后天我带着姑娘家那边来家里相看。张媒婆这话的意思就是相亲带着看家都放在一块了，让女方那头来男方家里相看，既看了人，也看了家里条件。行啊，到时候可全靠你了，他张婶儿，你好好给撮合撮合，这事儿就全靠你了。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等着当婆婆吧。到时候你也让你家这小子多笑笑，别拉个脸，再把人家小姑娘喝住。哎，我好好说说他，这臭小子也不知道随谁了，成天板着脸，别说小姑娘了，我瞅着都烦。晚上林家人还在吃饭，张媒婆就来了，人还没到，声音先传院子里来了。张嫂子来了，快坐，还没吃呢吧？咱一起吃点。卫东去拿双筷子去。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句话就走。张大娘，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后天一大早，咱们上寨子村去男方家里坐坐。大妹子，你们觉得行不？直接就去家里坐了。人家男方家里说了，想助他们来这边相看的，但我不是为了咱家丫头吗？你们说，咱村谁不知道素素的？再说，不是你们说何迪就急着定下来吗？你家丫头也不算小了，这见一面顺便把家看了，何迪不就是皆大欢喜吗？是呢，还是嫂子你考虑得到。他也怕要是老二家的和自己那个婆婆要是知道了，弄出点啥么蛾子，坏了闺女的亲事，还是他们到寨子村去相看比较保险。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后天一早咱就走。行，说定了。林素素的心思早就不在饭桌上了，连爹娘他们起来送张媒婆走都没听到。姐，你还没见住人呢，咋就开始花痴了？姐，我错了，我错了。你都打听清楚了没？那男的家里条件啥样啊？说是从小就没了爹，还有个姐姐已经嫁人了，但家里条件不差，他娘能干得很，听说前几年还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呢。等后头你领着咱家丫头正好去家里看看，条件差点不要紧，只要人踏实肯干就行。林父对女婿的要求不高，只要是对自己闺女好，能卖力气干活就行，家里没钱不要紧，反正他家也还住着茅草屋呢，不奢求给女儿找个家里条件多好的，门不当户不对的嫁过去再受气。娘，到那天带上我一块儿去拜。你去凑啥热闹？第一回见面，咱家聚那么多人，显得太上赶着了，就让你娘带着你姐去。你给我老实待在家，地里的玉米还没收完呢，等去了你可要紧看看未来亲家好不好相处。咱闺女这性子，我怕嫁过去挨欺负。这还用你说了？我算从你娘身上吃了一辈子的亏了，我指定不能叫咱家素素也摊上个恶婆婆。林素素还在做梦呢，林母就进屋把被子给抱走了。哎呀娘，我还没睡醒呢。娘，你干啥啊？今天日头好，把被子拿出来晒晒。毛巾被有啥好晒的？你还不起誓不？那我就自己去供销社了。娘，能给我买根头绳不？这会儿舍得起床了，也就是亲妈舍不得打你。等你嫁人了，要还这么懒，老婆婆一天打你8顿都是少的。娘，你可别这样，赶明我弟娶媳妇儿，你也是当老婆婆的人呢。我这辈子管着你爹，还有你们姐弟俩就够累的了。等你跟卫东一个两个的都成了家，我就只管你爹就行了。林素素猫儿似的抱着林母的胳膊撒娇，远处一对母女从地里回来，正要往家走，正是林素素的婶子王梅花和堂妹林春霞。娘，你看我大娘带着林素素，是不是要去供销社啊？切，兜里有几分钱啊，还去供销社？娘，昨天四魁回家说林素素那个灾星好像找了个对象，我大娘是不是去给林素素买嫁妆的？要不我跟住去瞅瞅。啥？这灾星找着对象了？我咋没听四魁说？四魁昨晚上说的。娘，我跟着去瞅瞅吧，要是大娘买了啥好东西，回头叫我奶都去要来。对，春霞你快跟着去，好好看看你大娘买啥东西了。林春霞眼里闪过一丝欣喜，嘴里答应一声，转身就往刚才林素素母女消失的方向追去。大娘，素素姐，等等我。娘，怎么办啊？春霞跟来了。还真是，这丫头烦人的很，咱别理她，走快点。林母拉着闺女加快脚下的速度，但是他们低估了林春霞的脸皮有多厚。大娘，素素姐，你们咋走得这么快？哟，春霞是你啊！我说咋听着有人喊我似的呢？素素姐，你们要上供销社吧？我陪着你们一块儿去吧。是啊，春霞，你家地里活忙完了，你跑出来，你娘知道不？
剩的不多了，我娘说叫我歇歇。林母看着笑眯眯跟着他们的林春霞，心里烦得很。这马上就到供销社了，想着得找个法子把林春霞支开。他朝着闺女使了个眼色，朝着林春霞有意无意的努了努嘴。林素素瞬间领悟了他娘的意思。春霞，这时候天热，容易跑肚子，你一定注意点。素素姐，我知道了。春霞，真的，你可千万要注意。林素素，你……春霞，你素素姐是关心你呢，你这不是快结婚了吗？可得趁着这些天注意点身体。林春霞默默地往林素素旁边走了2步，她是真的怕林素素的霉运传给自己。还没走几步呢，林春霞的肚子就开始窜气了。哎呦，春霞你咋了？没事，大娘，咱们走吧。春霞，你看上去好难受的样子啊，你是不是肚子疼？还是要去茅房啊？你闭嘴，我没。哎呦，我不行了，我去上茅房。大娘、素素姐，你们在这等等我。林春霞半弯着腰，捂着肚子，眼睛环视一圈，朝着附近的火柴厂跑去。看见她跑远了，林母和林素素母女俩瞬间笑出声来。活该，让她跟着咱。走，咱们快点去买东西。同志，把上面那件的确凉衬衫拿下来给我看看行不？娘，你要给我买衣裳？咋的？你不愿意要啊？我要。娘，你真好，你最疼我了。大嫂，你这闺女长得真俊啊，流光水滑的，穿这个衣裳正合适。多大了？有10几了？都24了。我还当是学生呢。不过大嫂你长得也年轻，姑娘一看就是随你了。这衣裳多少钱？15。这么贵吗？这是前天才来的新款，是护士那边发来的，可流行了。算了娘，这衣裳我也没看中呢，咱去看头绳吧。给我包起来吧，同志。娘，别买，太贵了。大嫂你俩到底是要不要啊？要。行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去选根头绳去。咱快点走，省得叫他追上来问东问西的。林素素娘俩才从供销社离开，在火柴厂的茅房蹲的腿都麻了的林春霞终于回来了。喂，你是干啥的？我就是瞅瞅。不买东西有啥好瞅的？大家伙都捂好自己的口袋，丢了钱自己负责哈。我不是小偷。林春霞转身跑了出去，她又气又恼，把这一切都归在林素素母女身上。娘，你要去买东西？我寻摸着去供销社买点糖回来。还是我去吧。我给你拿钱和票。不用，我有。臭小子，不知道攒了多少私房钱呢。安青山才到村口，就遇上他姐安红英。上哪去啊，青山？咱娘呢？在家呢。娘，我也想骑自行车。等你就回来了，就让你骑。钢蛋来了，你姐呢？我娘不领她来。红英，你咋不领大丫呢？我婆婆说叫大丫在家帮助掰玉米。大丫才多大？你10回回家，有8回都是说大丫在家里帮着干活。我婆婆让的，我有啥办法？青山骑车又上哪去了？才刚在村口遇住他。我让他去供销社买点东西，这不是我又托人给他说亲了吗？人家姑娘那边明天过来家里相看。哪村的？那我今晚上带住钢蛋在家住下，等住明天看看那姑娘啥样。八字还没一撇呢，有啥好看的？你该回家，回去把我昨天还烙好的玉米面煎饼带上。娘，你这是啥意思？我弟娶媳妇还没怎么住呢，你就不叫闺女住家里了？你这死丫头的嘴怎么跟你娘就这么厉害？跟你婆婆一点本事没有？我啥时候不叫你在家住了？我不是寻思的大丫在家，不放心吗？那就行，娘你得记住了，我才是你亲闺女，这儿媳妇是外人，以后对你指不定啥样呢。你以后还得指望我。我谁也不指望，你们年轻的过好日子，等啥时候我老的动不了了，我就买包老鼠药吃了，一了百了，我可不当累赘。这种话往后你可别再说了。你弟弟本来就不好找媳妇，你这个当姐的再满嘴啥外人不外人的话，回头青山真有了媳妇，你这话叫听了去那不是伤人家的心吗？哎呀娘，你瞅瞅你，我不就是关起门来咱娘俩这么一说吗？安红英被安母说了一顿，脸上挂不住道。此时安青山也到了供销社，给我来半斤红虾酥，高粱饴也要半斤。大白兔怎么卖的？1毛51块。再来10块大白兔。同志，买这么多糖，家里有喜事吧？同志，这可是陕省那边运来的苹果，甜柱呢，买2个尝尝吧。安青山大兜小兜的从供销社出来，怕万一姐带着小外甥还没回去，安青山默默的把大白兔奶糖收到了口袋里，只留了2块打算给钢蛋，剩下的他想留着，明天等他来了都给他。娘，你咋不坐着板凳？这就洗完了，你买回来了。给你1块，这1块是给你姐的，我下次可要问大丫的，你要是没给她，看我下回揍不揍你的。哟，青山还买了苹果呢，钢蛋快来，我给你洗个苹果吃去。这苹果真好，这么老大一个呢，青山不便宜吧？洗一个得了，剩下的得留着明天待客呢。红英啊，这一个你也别洗了，等会儿带着回家切了，让大丫和钢蛋一起吃。娘，我才来多大一会儿呢，你就撵我走？我不走，我等住留下明天一块看我弟媳妇呢。留下来添乱。娘，你看青山咋和我说话的？你也用不着跟我告状，你这张嘴从小到大就是没把门的。
你弟身子的事儿不就是你在外头说出去的，让全村都知道了，背后多少人笑话你弟呢？我又不是故意的。行了，你就带着孩子快回家吧，省得家里惦记。等回头八字有了一撇，有你见弟媳妇的时候。安红英心里埋怨，但还是牵着儿子把那个大苹果拿上，这才气哼哼的走了。林素素一回家就迫不及待的换上了从供销社花大价钱买的那件衣裳，整个人显得更加灵动。这时候没有啥穿衣镜。姐，你真臭美！臭小子，信不信我揍你？咱闺女长得就是好看，别说全村，我看10里8村的打着灯笼都找不出一个和咱家闺女一样俊的。那还不是随了我？是，你是咱家的大功臣。晚饭吃蒸菜，地里采来的野菜洗前劲，撒上玉米面和盐拌一拌，上锅蒸熟就行了。林卫东吃的苦不堪言，筷子有一下没一下的在碗里扒拉着。娘，咱家都好长时间没吃肉了。肉，你看你娘是不是肉？你把我吃了得了。我不就随口一说嘛。一直到天黑了，安青山还没回来。安母看着桌子上已经凉透了的饭菜，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我的老天爷，这是你们几个打的？你这死孩子，胆子咋这么大？我没事。大娘，我青山阁好住呢，我们是在山上专门等到天黑了，村子里没人了，才敢把猪运回来的。这要是叫村里人看见了，可不得了。安母这会儿是又惊又喜，平时的野鸡野兔的也就算了，这么大的野猪，要是让村里其他人知道，那肯定是要上交生产队，全队人分肉的。把猪抬到南屋去分肉。娘，你去把咱家从前那把秤找出来。青山阁，这肉咋办？天热，一家子留10斤肉，砸碎下水几家子分了。这野猪我打死的，我再额外多要个猪头和蹄膀，剩下的明早带头你们去老法子处理掉吧。我明天有事就不去了。哥，能不能分我个猪蹄子？我姐快生了，我想给她送去，就从10斤肉里面抠也行。林素素，你个懒丫头，还不快点起来洗脸去？今天去干啥？你忘了？娘，轻点，轻点。这说话也是快出门子当人家媳妇的了。你以后结婚了，在婆家也天天这么懒，信不信人家婆婆一天打你8遍？娘，我就再躺一下下。死丫头，你没长骨头啊！等张媒婆来家里的时候，林素素已经换好衣裳，打扮完了。哦呦，大妹子，你家这丫头一打扮就更好看了。丫头，有大娘在，保管让你这亲事定下来，你就少说话，凡事有我呢。张嫂子也得看男方那边到底是个啥样再定的。是了，大妹子你放心，我肯定不能叫咱丫头吃亏。张媒婆带着林母、林素素娘俩往寨子村走，此时安母也正在家里忙活着呢。晌午咱辣椒子炒个大肠，然后切一盘猪耳朵，再把肘子炖了，炒个豆腐。青山，我和你说话呢，你这孩子咋跟丢了魂似的？青山啊，你瞅瞅我这样行不？啧，你过来，娘给你梳梳头。现在人家小青年都流行3、7分，我给你沾点头油，保准显得精神。妹子，安家妹子。不等安母抓住满院子乱窜想要护住自己头发的安青山，就听到大门外传来张媒婆的声音：“哎，来了。”瞅瞅，大妹子，你都把人家丫头看得不好意思了，这早晚是一家人，你还怕以后没得看啊？娘，让大娘和婶子他们进屋说话吧。对，他大娘还有邻家妹子，丫头咱上屋里坐，我就盼着你们来呢。青山，你去给倒水去，倒糖水，白糖在。林母看上去就比安母要年轻，所以安青山和安母这么喊倒是没错。林母被张媒婆和安母簇拥着进了门，被安排到堂屋坐下。大姐不用忙活。林素素在安青山坐下后就开始脸红，时不时的趁着没人注意，然后悄悄的瞄一眼安青山。让2个孩子去院子里说说话吧，咱们大人在屋里，他们也不自在。于是林素素看了一眼自己娘，见林母点头了，这才跟着安青山出了屋子。见2个孩子去院子里说话了，安母亲热的说话：“大妹子，不是我说，你咋就这么好的福气？瞧瞧，把这丫头养得这么水灵，这丫头啊，一看就长得像你，俊的嘞。青山这孩子也不差，又高又壮实，干活肯定一把好手。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我家青山干活那绝对没问题。这么着，家里这2天忙着呢吧，等明就让青山去家里帮忙干活去。”不等林素素想，这颗鸡蛋还有几秒就要掉在地上，安母已经带着林母和张媒婆从堂屋里出来了。丫头，好孩子，过来尝尝大娘的手艺。素素娘，你看这安大姐知道丫头来，做了多少好吃的，往后丫头嫁过来那绝对差不了。妹子你就别客气了，你不做，丫头都不好意思做了。安大姐，你这也太破费了。早晚是一家人，破费啥？亲家妹子，你多吃些，尝尝我的手艺。大娘，你做饭真好吃。哎呀，丫头嘴真甜，喜欢吃啊，以后我天天做给你吃，好不？安母被林素素的话高兴的眼睛都眯成缝了，她就喜欢林素素这种大大方方的样子，不小家子气。一顿饭吃完，林母对安家是越来越满意了。我看这丫头是越看越喜欢。大妹子，你要是不嫌弃，明天就叫青山去你家帮忙干活，正好也算是认认门，也好让2个孩子多了解了解，咋样？这怎么能让青山去干活呢？哎，早晚是一家人，你们还客气啥？我看2个孩子郎才女貌的正合敌，就叫青山这孩子明天去干活，也好叫素素爹看看这未来女婿什么样。大妹子，你放心，你家素素以后要是能嫁到我家，我一定当亲闺女待。我家青山这人也实诚，绝对不会欺负了咱丫头。咱们2家多走动，保准错不了。安大姐，你太客气了。
林素素脸微红，慢悠悠地跟在大人身后。突然，一只大手伸过来，林素素下意识地伸手去接，就看到是安青山塞给她一兜子苹果，给你吃。和张媒婆从镇上分开后，林母带着闺女往村子走。快到村口的时候，林母顿住步子，素素，把苹果放篮子里。王梅花可不会让林母如愿，她眼睛盯着林母胳膊上挎着的篮子，心里发痒。昨天让林春霞跟着一起去供销社，结果半路就跟丢了。王梅花气得昨晚睡觉都没睡好。嫂子，你这是领住素素出去一天，不是又去供销社了吧？你家是发财了，这娘俩成天往供销社里钻，也不见你拿点东西来孝顺娘。我呸！我去供销社跟你有啥关系？还得跟你打报告。那你买了好东西，总得先孝顺咱娘吧。这老话都说了，百善孝为先，咱娘都这么大年纪了，嫂子你和大哥成天的躲住不见，惹得咱娘多难受啊！我这个当小儿媳的都看不下去了。当初分家，我们一家4口啥也没有就被撵出来了，是你们和娘自己说的，往后娘养老就靠你们老二一家。怎么，王梅花你不会是忘记了吧？你心眼也太小了吧！我们给娘养老才把宅子分给我们的，你们两口子要是从前就孝顺娘，娘能把你们分出去？二婶，你咋胡说八道呢？我爹娘还不够孝顺。我小时候我奶掉河沟去，得亏我爹豁出命跳河里去给我奶拽上来的。那年我才8、9岁，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娘可是寸步不离的照顾我奶，在床上躺了半个月。我记得当初我二叔可没愿意下河救我奶，你更是没靠前给我奶倒过一次屎尿。林素素见王梅花胡搅蛮缠的，怕自己娘吃亏，于是也上前一步站在林母身旁，大声地说道：是啊，那年我刚嫁过来，我记得可清楚，是有这么回事。我想住当初王梅花的彩礼都是林老戴夫妻俩赚钱给攒出来的，这林老婆子还真是偏心的没边了。说那些有啥用？大嫂，眼下正是农忙的时候，你们娘俩不帮家里干活，不会是想趁住大哥和卫东不在家，你们娘俩吃独食吧？地里那点活用得着我和闺女干，我家2个老爷们都不是白吃饭的。再说了，我未来女婿还要来家里帮忙干活呢，我和闺女就更不用下地了。素素找着婆家了呀？是呀，我们今天连家都看完了，人家小伙子家里热情得很，听说家里的农活还没忙完，一定要明天过来帮忙呢。真不错，素素也要嫁人啦，等着吃喜糖啦，啥时候的好日子啊？素素长得这么好看，找的婆家肯定也不差。林母带着林素素回到家，一进门林母就后悔了，闺女的亲事还没准呢，这就被她说出去了，万一出个啥岔子，到时候不是又在全村都丢人了？素素啊，你今天见了安青山，你觉得怎么样啊？娘，你也觉得安青山和他娘都不错吧？是不错，不过咱也不能太着急的就定了，上赶着不好。娘，夜长梦多，咱就别拿架子了。你闺女都多大了，再不定我都成老姑娘了。秋熙，你现在盼着嫁人，等真当人家媳妇了，你就知道当闺女的时候多幸福了。娘，明天他来干活，咱做啥好吃的？闺女、孩儿、他娘。林父和林卫东干活回来了，听见大门敞开着，就知道是林母和林素素从寨子村已经回来了。未来姐夫是不是和照片上一样？比照片上还好看。长得好看有啥用？这往后是要过日子的，得踏实肯干。今天看家看的咋样？他爹，我跟你说，这回你闺女的婚事真是要准了。这么说，咱闺女要是嫁过去，还真是不错。是啊，我本来还担心那孩子照片上看着不好相处，但今天见了，人家可懂礼得很，对咱家素素应该也是有那么点意思的。再看看吧，哪能说定就定了？我瞅着你是一点不着急，咱闺女都24了。林母林父正为了林素素的婚事商量住，王梅花也已经跑回家和自己的婆婆说了这件事。老二媳妇，你确定没听错？老大家的丫头真的要结婚？大嫂亲口和我说的，还能有假？娘，大哥大嫂他们也真是过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和你商量，咱老林家的孩子结婚，咋能不经过你呢？我可懒得管，那死丫头早点嫁出去也好，省得成天见了碍眼。娘，那大哥大嫂能把彩礼拿来孝顺你？明天那孩子来，咱拿啥招待人家？平时吃啥就吃啥呗，还没过门呢，不算是正儿八经的女婿。你就胡咧咧，2盘子野菜那不是给你闺女脸上难看吗？再说了，这不也是为了咱家素素好？明天咱也看看这孩子到底能不能干，是不是个可靠的。那啥只鸡，家里还有鸡蛋，要不我去找咱娘借2斤白面，明天蒸饽饽。哼，你那个娘西的管你，快拉倒吧。老大你出来。王梅花撺掇林老婆子过来的时候，林素素一家正在吃晚饭，听到屋外的动静，林素素和林卫东同时站起来。我奶咋来了？娘估计是知道咱素素说亲的事过来的，也怪我非得和王梅花谝啥。哼，白眼狼，你娘来了都不出来迎。娘，我又不知道你要来，我还能蹲大门口等着？大哥，你和大嫂也真是的，给素素说亲这么大的事儿，咋不和俺们商量呢？弟妹，我家丫头结婚干啥？和你家商量？老大，你的意思是我老婆子不中用了，这是用不住知会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是丫头的事儿，还没准吗？等着准了，我肯定去给您报喜。老大家的，你说说，这丫头找了个啥人家？一般情况，普通人家，你就别管了。等素素出门子那天，少不了你喜酒喝就行了。
我呸！我瞅着你是要反天，我还没死呢，就轮住你做主了。娘，咱早就分家了，我和桂枝的家事儿你确实管不着。你别欺负我娘！你干啥？大哥，这是你的不对了，看把娘给气的。娘也是为了素素好啊，我家春霞的婚事就是娘得操持的，这家里孩子婚嫁是大事儿，肯定是娘说了算的。你和大嫂快点和娘说句好话。那娘跟着你家过日子，她管春霞能行，凭啥管我家素素？奶，打小你就没疼过我，现在我要结婚了，你找上门来，你不会是惦记上我的彩礼了吧？你个丫头片子，我凭啥疼你？闺女嫁人，彩礼就是给娘家的，这钱你爹娘自然得孝顺给我。老大，彩礼你们要了多少？娘，彩礼我们打算都给素素带回去。啥？我家素素的名声满公社谁不知道？我们哪有脸面留下彩礼？不如让闺女带回去，以后在婆家也能挺直腰板做人。傻儿，我姐这名声还多亏了你给宣扬的呢。我啥时候宣扬了？林素素这个倒霉丫头天生的扫把星，赖住谁了？放你娘的屁！你闺女才扫把星。老大，亏你是个男人，也不好好管管你媳妇儿。娘，你没事就回去吧。好啊，你是要撵你亲娘老子？林大壮啊，林大壮，我当初生了你就该掐死你。家里乱作一团，院子里也不知道啥时候围进来一堆看热闹的。等到妇女主任被喊来的时候，林母也已经出完气了。我老婆子命苦啊，死老头子你睁开眼看看啊，看看咱这白眼狼儿子和狠心的儿媳妇哟，这是把我老婆子往死里打啊！娘，我大哥大嫂不孝顺你，我和老二孝顺你，咋回事？一家人好好的，咋打起来了？马婶，你可得给我们家做主啊！我婶撺掇我奶来我家要我的彩礼，我娘就说了一句不要彩礼，我奶就气得开始打人。当年分家，我和素素爹带着2个半大孩子，连口锅都没给分就被撵出来了。这么多年我们一家人总算熬过来了，现在他们来要我闺女的彩礼，我呸！做梦！嫂子还气了，这事儿啊，我听明白了，确实是素素她奶和婶子的不对。林婆子你还闹，再闹我就把你送到公社去，哪有这样的道理？你们现在分家了，本来就不是一家人。当年分家，你可是说跟着小儿子过日子的，现在你大儿子家的事儿，你没资格掺和。马主任，你不能随便绑我们，我大嫂打我婆婆，该抓我大嫂才对。我看抓你才对，你少在中间挑唆，各回各家去。这嫁闺女的事儿，桂枝嫂子2口子自己看着办。你们别再闹了，走，都走。马小花娘家和林母是一个村的，不管是公司，那都是向着林母说话的。等人都散了，马小花还没走，她留下又把林母给教育了一顿，然后问了几句林素素结婚对象的事儿。毕竟她也好奇是谁家这么胆大，竟然敢娶他们村的素素丫头。素素，卫东去送你们马婶儿。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劝劝你们娘，别再叫生气了。素素啊，当初我家芬儿出门子没让你来，你别和婶儿计较。婶子，我知道你是为了芬儿好，我从没生过气。次日一早，天才蒙蒙亮，安青山就收拾好，准备去金山村了。要说最激动的人，还得是安母。去了那边要有眼力见，见了人嘴甜些，把你买的这些糖都带上，见到人就分一分，干活要抢着来。娘，要不我带你一块去吧？我跟着去。娘，我走了。安青山原本半小时的路程，硬是10来分钟就到了。林父看到门口站着个青年，吓了一跳，但随后就反应过来，这应该就是自己闺女的相亲对象了。叔，我叫安青山，昨天婶子带着林素素同志去过我家。小安来了。婶子，这是我娘给带的。哎呀，咋又拿东西？小安，这东西婶子不能留下，等着你回去的时候带上。怎么样？我就说小安人不错吧？你看眼里多有活啊！你打算啥时候把你那2个蓝娃喊起来？另一边，林素素眼睛都困得睁不开，她才正做梦呢，梦里自己正穿着一身红衣裳，被安青山抱着准备过门呢。娘，干啥呀？死丫头，你还想不想嫁人了？人家小安可是已经到了，你再不起，人家知道你是个懒货，看还要你不？啥？他来了？瞅瞅人家多勤快，还不快点收拾收拾出来！昨晚素素帮我捋线头睡得有些晚，这才起。婶子，让她睡吧，还早。早啥呀？姐夫，我娘天天说我姐这样的，娶回家里老婆婆一天打8顿都是少的。往后，哎呦！娘，林卫东又胡说八道。臭小子，大早上的就找事儿。爹，我娘偏心。小安啊，洗手准备吃饭。姐夫，你不知道，我娘之前可不舍得炒鸡蛋吃，这是你来了。哎呦，娘，你又打我。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林素素因为很少下地干活，干了一会儿就已经满头汗了。别磨蹭，早点干完早点收工。你看小安干活多麻利，一点不比你爹差。他这么能干，估计也不用我帮忙。要不娘我回家去，准备给你们做晌午饭。别想着偷懒，这会儿太阳不高，抓紧干。这才干了多一会儿活，快别在这里添乱了，回家烧水去。等会儿我回去做饭。林父都撵不上安青山的速度，嘴上不说，但心里也已经默默承认自己到底是年纪大了，不如从前年轻的时候了。小安啊，家里包地了？家里地不多，就3亩地。你看我家素素这个丫头，打小就没咋干过活，她娘惯得很。叔，
等以后嫁过来，我不让她下地干活，地里有我呢。你说真的？爷们吐口唾沫就是钉子，叔，我说话算数。干还是得钱的，就是这丫头惯得不像话。往后过去了，你多让着她点。林母端着豆腐到家，林素素已经把菜都在好洗前劲了，鸡也抓好了，就等着林母回来杀了。还没怎么着呢，胳膊就往外伸了。林素素，你逮下蛋的老母鸡干啥？我不是想着母鸡好吃吗？去村头把豆子给你二大娘送过去。林素素小鸡啄米似的点头，端着豆子出了门。你过来。我问你，你是林素素的男人，你聋了？你瞪我干啥？你敢打我不成？我可是林素素的亲婶子，这是她奶奶，你打我们一个试试。我不敢。你哪村的？姓啥？我叫安青山，是大槐树公社寨子村的。你家打算给多少彩礼娶媳妇？我想着你们村那块彩礼可是不便宜吧？那得看我叔和婶子啥要求了，反正人家有的，林素素同志也一样都少不了。这么住，3转1响啥的也就不要了。你回去给你家里说，娶我孙女得2000块彩礼。我叔和我婶说的才算数，你们不行。我看你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吧？穷小子还想娶媳妇？说啥呢？这彩礼也不是说定下就定下的，觉得困难可以再商量吗？青山哥，你咋走这么快？奶，你咋过来了？死孩子，咋和你奶说话呢？大热天的，奶奶，你快回家去吧，我们忙着呢。林卫东朝着安青山使了个眼神，安青山便跟着林卫东大步往地头上走。娘，咱家地里的活也还没干完呢。我看这里的活钱的差不多了，走，跟我去你二叔家地里帮忙去。奶奶，你老糊涂了吧？我们凭啥去？死孩子，你嗷啥？快点跟我走！我不去。呸！我管自己孙子轮得住你吭声？你还不是俺们老林家的女婿呢？爹，你快过来啊！我奶又带着二婶来欺负人了。林素素气喘吁吁的跑过来的时候，就听到自己奶奶正在训安青山呢。林素素一边大喊让林父听到快点出来，一边挡在自己弟弟身前。臭丫头，你喊啥？你爹来了也得听我的。奶，这么大年纪了，你还跑出来，不怕中暑？这知道的是你想来帮我们干点活，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专门来讹人呢。素素，卫东，你们和青山先推着玉米回家。哎，青山哥，咱走。回家的路上，林素素时不时的瞄一眼安青山。我奶刚刚骂你了？没有，就是说话不大好听。对不起哈，你别生气。是啊，青山哥，你可千万别因为我奶奶就不和我姐结婚了。林卫东，你胡说啥？不会的，你咋不说话了？你说不会的是啥意思？卫东说不娶你了，我说不会的。安青山一本正经的回答他的话，心此刻扑通的厉害。你觉得我还不错？我觉得你很好。我觉得你也挺好的，是我想象中丈夫的样子。你怎么不说话了？笑什么？高兴还不能笑？你们村还有这样的规矩啊？那咱们啥时候结婚？这事儿看叔和婶儿咋想的？林素素同志，你不介意我不能生孩子吗？快到家的时候，安青山终于鼓起勇气追上林素素，然后问道：直到刚才他都觉得自己像是做梦一样。啥？你不是，和那个没啥关系。医生说是无精症，媒婆不是和你们说了吗？张媒婆没说过啊。安青山眼里的光一下子暗了，原来张媒婆把这件事隐瞒了，林家并不知道这件事。可是下一秒林素素的话却让他彻底的懵了。太好了，反正我也不想生孩子，听人家说生孩子可疼了。我们村里以前就有个嫂子因为生孩子大出血死了，可吓人了。其实我也有事情要和你坦白，我从小到大其实都是别人嘴巴里的扫把星，我成天的倒霉，谁和我走得近也跟着倒霉，所以这么大了我一直嫁不出去。那咱们就说好了，结婚。万一叔和婶子不愿意呢？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咋比我一个女的还磨叽啊？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不愿意的是傻子。回到家，林母已经炒好几道菜了，锅里还炖着鸡，香味直逼人天灵盖，把好久没吃肉的林卫东馋得直咽口水去了。娘，我们回来了。小安啊，辛苦你了，多亏了你，待会儿多吃点饭，尝尝婶子的手艺。婶子，我帮你烧火。不用，这屋里热得进不去人。素素，你快点给小安倒水，让歇着。此时林父依旧还在地头上。我白养你这么大，你倒好，现在是娶了媳妇就忘了娘。我告诉你，这死丫头结婚的彩礼你必须给我。娘，你就别闹了。你要是不给我，我就告诉这个小子，我看他还敢不敢娶。哼，到时候还不如嫁给村里的二鞋子。我早就和他说好了，彩礼能给800，到时候我拿600，给你媳妇留200回头攒住给卫东娶媳妇。娘，不是我不答应，是我和桂枝压根就没打算要彩礼，这门亲事不一定能成。人家家里说了，得让我家出500块的嫁妆，然后他们家才愿意娶素素。什么人家娶媳妇还得要女方贴钱的？那就不嫁给他家。老大，你家丫头的婚事交给娘，娘给她说个人家。人家的意思是，这500块的嫁妆是看看我们家是不是和他们家门当户对，要是能拿出来这钱，他们愿意给1800的彩礼，到时候连带着嫁妆也在结婚第3天回门的时候让送回来。林父撒谎不带眨眼的，
他现在对林老婆子彻底的失望了。想到从前自己刚结完婚，和桂枝两人成天鼓足了劲儿的下地干活，结果挣得钱1分都没拿到，就被赶出家门。真的，这小子家里条件还不错。是啊，所以人家说了，这500块的嫁妆就是看看咱娘家的条件，是怕结婚后娘家去上门打秋风。那就答应他们。这问题是家里拿不出这个钱，所以我和桂枝就想着1分钱彩礼都不要，也不出嫁妆了。大哥，你是不是傻了？人家都说给那么多彩礼了，不就500块钱，咋还凑不出呢？那我家就是没钱，我上哪儿凑去？老大，这钱娘给出，不过到时候彩礼你可得拿给我。那行，娘，我跟你回去拿钱去，争取早点把这事儿定下来。对了，娘，你和弟妹就别过去我家了。那孩子啊，家里条件好，刚才你们俩骂人家了吧？要是看到你们一生气，再不愿意娶素素了，这钱不就落空了？快开饭了！见林父还没回家，林母便让儿子出去找找。卫东啊，你出去迎迎，看你爹咋还没回来？爹，你干啥去了？瞧你自助牙笑的。没啥，遇见个老伙计说了几句话。小安，你家肉啊，别光吃青菜。哎，婶子你也吃，不用管我。干这么多活，喝点酒解解乏。青山，你别搭理你叔，他呀就爱喝酒，你多吃点。你看你这人，我嫁闺女不得试试新女婿的酒量啊！趁着这会儿功夫，林母便把闺女喊到灶屋里去说话，看着林素素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咋的？就这么稀罕人家？娘，哪有？等回头张媒婆再来家里的时候，就定下来算了。你和我爹说了算。这顿酒一直喝到快天黑，林母恨铁不成钢，要不是还有安青山在，她只准就开始骂了。叔，婶子，那我就先回去了。行，那婶子也不留你了，让素素和卫东送你。路上别急，慢着点。青山哥，你这么快就走了啊？你说下次教我抓野鸡的，你别忘了啊。林素素同志，再见。林父在闺女儿子和安青山一出门，就把怀里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放在桌子上了。我的老天爷，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这是我从娘和弟妹那里骗来的。你干啥要他们的钱？等几天他们来问咱要钱，我看你咋办。这钱就是咱的，这些年咱忍气吞声的啥用？桂枝你男人没用，让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年委屈，等闺女婚事定下来，咱就断亲。这个娘和弟弟咱不认了。安青山回家的时候，安母已经在家门口盼望很久了。咋样？林家那边对你还满意不？你感觉能成不？差不多吧。我去给你做饭，等会吃了饭我就去找张媒婆，让她挑个好日子去女方那边问问人家啥意思。娘你自己吃吧，我不饿。我和林叔喝了不少酒，我回屋迷会。喝酒了？那好啊，说明人家爹对你印象还不错。大雨是夜里下的，听着窗外噼里啪啦的冰雹声，林母和林府庆幸极了，得亏他们家把玉米都收完了，要不然这玉米可就白瞎了。他爹，你说素素结婚，咱要多少彩礼？咱也别难为人家，那边就一个寡妇拉扯2个孩子长大，日子也不容易，不多要，但咱也不能不要。越是不要彩礼，越显得咱素素到那边不受尊重。我也是这么个意思。你说咱就这2个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疼得很。素素的彩礼就给他自己拿着，到时候咱再给200块钱压腰钱。另外你给套2床8斤的大棉被，棉花我赶明去托人打听。人家结婚现在都陪嫁又一组大衣柜，咱家没这条件，那至少也得有1对红箱子带过去吧。次日张媒婆是过了晌午来的。大嫂子，你咋这会儿过来了？这还不是那安家等不及想要娶儿媳妇了吗？这下祝大宇就催着我上门来问问你们家的意思。哦，是这样啊。你看为了2个孩子的事儿，叫嫂子你又费心了。只要咱2家孩子都好，我多跑趟怕啥？你们就别忙活了。我来啊，就是问问你们的意思。这安家觉得咱家素素丫头又漂亮又机灵，喜欢得很，巴不得赶紧把婚事定下来呢。这就定下来是不是太着急了？孩子都不小了，早点定下来，早点成亲，这不是好事吗？也是，只要2个孩子互相都满意，我们当爹当娘的也就没啥意见。这安家啊，条件真是不错，丫头嫁过去那就是享福的命。是啊，老嫂子，我们还不信你吗？你肯定是给我家素素挑了个最好的人家。那行，你们说说看，彩礼啥的，咱嫁闺女不得提条件啊？彩礼就随大流，我们家也不瞎要，咱们村这2年彩礼都得500、600块钱，那彩礼就500吧，再让他们家给素素扯2身衣裳就行了。爹娘，你们咋不要3转1响啥的？人家现在结婚都讲究这个。死丫头，你心还挺高，咱家啥条件啊？就问人家要那些个。等结了婚，你和小安2个人好好赚钱，以后想要啥还买不上。姐，等以后我挣大钱了，给你买3转1响。我可不用你买，你还是给你以后的媳妇买去吧。林素素，你闭嘴！安青山拎着1条大鱼和1瓶供销社买的宜州酒上门了。林母、林父还有林卫东都不在家，只有林素素一个人。呀，你怎么来了？叔和婶子还有卫东都不在，他们去菜地薅草了。你进来啊！这么大的鱼儿从哪弄来的？抓的。你还会抓鱼呢？我们家都有好久没吃过鱼了。你喜欢吃鱼，下次我再去抓。家里只有林素素在，2个年轻人不好意思在家待着，于是准备去菜地里找林父林母回来。素素，这小伙子是谁呀？还能是谁呀？没听说啊？人家素素马上就要结婚了。
没想到张媒婆给林素素这倒霉丫头找了个一表人才的男人。大娘，婶子，你们这是急着去上山挖野菜去？是啊，这时候的地皮菜最好吃。到菜地的时候，就看到林母正往家走。林母林父都喜欢种地。小安来了，快尝个杨氏子。娘，人家给咱带了好大一条鱼呢，还给我爹买了酒。你这孩子咋又带东西？正好我刚摘的柿子，等你回去的时候带回去给你娘尝尝。行，我娘肯定高兴。婶子，我给你推回去。安青山今天来是带着他娘安排的任务的。上回张媒婆去给说了林家这边的意思后，安母当天晚上都没睡着觉。晌午吃饭，林父刚喝了口酒，听到安青山嘴里的彩礼，差点呛过去。青山，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你娘的意思？婶子，我娘让我来说这事儿的，她怕张大娘知道了，到时候乡亲们都知道了太张扬。青山哥，我姐能值这么多钱呐？这彩礼也代表我们家的诚意。叔，婶子以后我一定会对素素好。小安，我和你婶子既然愿意这门亲事，就是相信你，这彩礼不用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2000块钱的彩礼，光是听着就觉得头大，更别说这林家还主动提了48条腿，还有3转一响的事情了。叔，你们就别推辞了，我娘特意说了，别人家有的，素素都得有。小安，你们给这么多彩礼，我们可没多少嫁妆啊。婶子，叔你们别觉得有啥负担，我家能娶到素素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还有个事儿，过礼那天咱别闹太大动静了，3转一响啥的不用抬过来，就直接放在你们的婚房，置屋彩礼挑个好日子，你自己送过来就行。这样会不会太委屈素素？这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安青山和林素素的婚事就算是定下了。林老婆子来了好几趟，每次问到彩礼的时候，林父都以一句安家还没送来为由给打发走了。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这只是包不住火的，早晚都得问你要这个钱，到时候咋办？有我在呢，还能叫他们搅和咱闺女结婚？林老两家，此时林春霞正鼻青脸肿的跪在堂屋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死丫头，你还敢和你弟打架？你真有出息啊！干啥呢？大白天的也不怕让人听到了笑话。爹，你回来了。伯姐打我们，我没有，是他们偷我钱，我是为了抢回来。哎呦，你个白眼狼，你哪来的钱？还没等结婚就开始藏私房钱，你弟要是不发现，你是不是就自己留住？这闺女到底就是白养的，还没怎么住就胳膊往外了，这该打。你们这是重男轻女，我大娘就不这样。林素素也是闺女，怎么她就过得那么舒坦？那个扫把星又不是我生的，我管他干啥？你那个大娘也是个蠢货，成天拿出赔钱货当宝儿了。我告诉你，林春霞，你少攀扯那个扫把星，有本事你下辈子投胎去马贵之肚子里。哼，就怕你真去了也得是个扫把星。行了，过几天就得嫁人了，你把她打成这样，让怎么出门子？娘，你别生气，你不愿意就不让大奎娘打了。这死丫头也是一点都不省心。这说话也该到南方来送崔庄的日子了。这2块钱，春霞你自己留着，赶明自己去供销社买点搓脸的用。娘，你把这钱给他干啥？春霞啊，你去洗把脸歇着去吧。我想着咱春霞的彩礼要少了，这2年谁家还是这个价？娘，咱春霞前2年定下来的时候就把彩礼都说好了啊。那咱嫁闺女还不是咱说了算？老大家的丫头都值那个钱了，你家春霞还不如她。我家春霞肯定比她那个扫把星好多了。家里给大奎娶媳妇儿家底子都空了，等办完大奎的婚事，等春霞男人那边送崔庄的时候，咱的多要点。对，都听娘的。你说咱大嫂能愿意把素素的彩礼都给咱娘？老娘们瞎操心，咱大嫂那个人就是心软，这么些年那次不都是闹一闹就过去了，咱娘心里有数住呢。安青山一大早起来换了自己的出门衣裳。买衣裳别小气，人家丫头想买啥就买啥，你可别不舍得。娘，这话你从昨天就一直说，我都记住了。安青山有些无奈，正说着话呢，安红英来了。娘，青山啊，累死我了，我给带了一筐子土豆，娘你管不管啊？你看他成天拉着脸，我这个当姐的欠他钱是得。行了，等回头我说说他，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弟啥脾气。娃娃们呢？都在家待着呢，走这么远的路，我才不稀得带呢。你咋带了这么多土豆？你婆婆不说？我婆婆说我干啥？娘，我想借咱家自行车骑行不？你又不会骑车，借了干啥？推着玩啊？不是我，是我家狗蛋爹要骑，他说要上县里一趟办点事。他上县城有啥事？再说了，1年到头不见他和你一起过来，现在张嘴就想要借自行车。哎呀，娘，铁成每次来青山就对人家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他咋来？反正借车的事你跟我说不着，这自行车是你弟买的，你得问他。他上哪儿去了？今天去带着那丫头上城里买衣裳去。供销社里买一身就得了，还得跑县城去买。这现在小年轻买衣裳都愿意去县城的那叫啥大楼里，听说样式多，还都是大城市来的。我和铁成结婚的时候就没这么多事。那是你不要，当初恨不得自己抱着被子跑人家里去，我差点没拦住。娘，日子定在哪天了？初10。
到时候你提前回来在家住着，帮我忙活忙活。我到时候再说吧，狗蛋还小，到时候我不一定得空。反正结婚那天，你和铁成带着孩子们都回来，大丫也领着，我都多长日子没见到了。行，到时候肯定叫你见上。安青山到的时候，林素素也已经都收拾好了，不施粉黛的脸更显得懵懂单纯。叔，婶子，我们走了。去吧，去吧，早些回，这就难受了。那等咱素素出门子那天，你不得掉2大盆眼泪啊！去你的！爹娘，我听四魁说的，大魁哥今天也带着未来嫂子去县城买衣裳呢。县城那么大，没那么巧遇上的。就算遇上也没事，反正我青山哥一看就很厉害，大魁哥不是青山哥的对手。林素素发烧的肥皂香味让安青山不自觉耳根发烫，到县城得快2个小时的功夫，这还是林素素第一次来县城呢。咱们现在去哪？去百货大楼，那里啥都能买到。我也是第一次来，咱慢慢的逛，天黑之前我把你送回去就行。我爹说这百货大楼从民国的时候就一直有呢，只是后来才改成国营的。走，先给你买块手表。要不买一块男士的吧，这样咱俩以后还能轮流戴，你说呢？不用，我不喜欢戴手表。林素素觉得无聊，突然看到远处走来的一对年轻男女，她忙别过头去。大奎，你给我买块手表吧，我们村的小姐妹结婚都有，你给我也买一块拜。小莲，当初咱不是说好的不要3转一响吗？那青年一副为难的表情，正是林素素的堂弟林大奎。我不要别的，就一个手表，你就买给我拜。到时候我带着回娘家的时候，也让家里姐妹都羡慕羡慕。到时候就说是大奎哥买的，他们保准羡慕我找了个这么有本事的对象。下回，今天我又没带那么多钱，也没有票，咱们先去看衣服。好说歹说的，算是把人家姑娘给哄走了。见林大奎2人走远了，林素素才扑哧一声笑了。你认识他们？是我二叔家的堂弟，和我同岁，他初6结婚，估摸也是今天来买衣裳。那就要这块，同志不用包起来了，我们就这么带着。多少钱？120块钱，有票没？同志，你对象对你真大方。我们初10就结婚了。那恭喜你们，真是般配的一对。人家又没问你啥时候结婚，你咋啥都说？那我下次不说了。他看着林素素气呼呼的样子，移不开眼睛。2人买完手表，便去2楼准备买衣服。要不买不回去，自己做一身吧。我娘手艺还不错，还来得及。咱先转转，看有没有适合你的，你穿肯定好看。同志，这件上衣多少钱？37块钱。咱再去转转看别的。没钱问什么问，耽误功夫，乡巴佬。你咋这么说话？谁家买衣服不先问问价呀？问了价，你倒是买啊！没钱买，你这不就是诚心捣乱吗？谁说我们不买的？你上来就骂人，我们要投诉你。咋的？你们还要打人？你胡说八道！你先骂我们才理论的。你怎么知道我们买不起？你作为百货大楼的售货员，对待顾客态度太差，我们不想从你这个柜台买而已。就凭你，吵什么了？经理，这2个人问了价又不买，还威胁要打我。胡说！明明你先骂我们乡巴佬。我们确实问了这衣服的价格，我们正在考虑买不买。这售货员同志就出言不逊，我们和他理论只是要求一个公道。对，我刚刚都看到了，确实是这个售货员的不对，凶死了！都像他这样，谁还敢来买衣服？还骂人乡巴佬，咋的？你家往上数8代没有种地的，这个售货员干啥？还要开除算了。小李，你给这2位同志道歉。可是经理，可是什么？百货大楼的副总指是啥？你给我看看咱们墙上写住啥？顾客就是同志，你这样的态度是要给我们社会主义商业抹黑吗？道歉！这话赢得围观群众的一致喝彩。那售货员咬着嘴唇，不情不愿地对着林素素和安青山道歉。算了，安青山，我们走吧。那衣服拿下来，我们要了。你干嘛？小伙子会疼媳妇儿，以后是要发大财的好男人。姑娘，你对象对你真好。同志，你对象这么大方，你就别拒绝了。我们这后面就有试衣服的地方，要不你去试试？听说是护士那边来的货，穿着又舒服又洋气。买了这么多，花了不少钱，回去大娘不会生气吧？会，她得觉得我给你买少了，还得骂我呢。林素素怕安青山又花钱，所以不由分说的就转身自己先下楼往外走。哟，林素素，大奎，这是谁啊？这是我大伯家的闺女，就是那个出了名的扫把星。原来是你那个堂姐啊，真是晦气，怎么在这里还遇上了？林素素懒得搭理他们，毕竟狗咬了人，人还去咬狗不成？素素，你走得太快了。大奎，这又是谁啊？我是素素的对象，我们初10结婚，今天来买点东西。你们还买手表了，还是梅花牌的？大奎，你看人家给扫把星买表，你也真舍得。嘴巴前进些，不然我能给你打成沙包金，信不？林素素，你现在还真是翅膀硬了，还敢撺掇你男人要打我。我回去告诉咱奶，信不信他扒你皮？林大奎，你嘴巴前进点！你这么大人了，还有事没事的念叨自己奶奶。等结了婚，你是搂你媳妇还是搂你奶奶？大奎，你没事吧？你们咋打人啊？你敢打我？你还想娶我们家的人？你等着！我回去就和我奶说，我让你和这个扫把星结不了婚，
林素素却一点都不担心，她反正已经和安青山该说的都说了，她乃不管怎么闹，她都要嫁给安青山。再说，就她爹和娘也不会让林老婆子破坏自己的这门婚事的。你说我是扫把星，可是我对象稀罕我。你瞅瞅，为了结婚，主动给我买了这一堆衣裳，还有小皮鞋，哦，还有你喜欢的梅花表。林大奎给你买啥了？你又不是扫把星，不会还不如我吧？切，我最恶心你这种为了结婚问男方狮子大开口的女人。这是我未来媳妇，我乐意买。林素素没有问我要任何东西，是我主动买给她的，你有意见？你们这是铺张浪费，这都是必需品。再说我们愿意买啥就买啥，管你一个外人什么事？这也能算是必需品？我对象长得这么好看，我就愿意让他打扮，不行？咱别搭理他们了，回去吧。安青山顺从地跟着林素素一起离开，林大奎气得脸铁青，却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因为刚才安青山那一脚让他知道自己是打不过人家的。他这么说你不气？气什么呀？我都习惯了，被说一句又不掉肉。再说了，我本来就运气不好，他也没说错。前面有个国营饭店，咱吃点东西再回去吧。你看那不是有卖面的吗？咱吃碗面吧。林素素点了一碗馄饨，安青山则要了一份大碗的肉丝面，还另外要了2个茶叶蛋。没想到生意还挺好，以后咱们也想个买卖干。咱们也去镇上买摊卖面条。想啥呢？我可没这手艺。2个人回到金山村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青山哥，你们回来了。林卫东，我是你亲姐，你咋不问问我？我金山哥还能把你扔外面不成？我可不敢。3个人热热闹闹的进了门，屋里飘出香喷喷的饭菜味。小安，你婶子做好饭了，吃完饭再走。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叔，你啥时候买的？小安，以后可别再买了，你叔抽着烟叶子就挺好。正说着，大门砰的一声被人踹开，是林老二一家来了，后面还跟着林老婆子。娘，你们咋来了？我怎么来了？你这闺女真是出息，叫一个外人打咱家大奎，还没出嫁呢就胳膊肘往外。叔，婶子，这人是我打的，和素素没关系。大哥，你们家素素真有本事啊，还没咋的就把人勾得5迷3道的了，在县城里撺掇外人打自己家人，还买这买那的显摆。我家大奎好不容易娶个媳妇，要是被气走了，我跟你们没完。奶，就是他打的我。你先准备打我，安青山是为了保护我。哼，你看看还没怎么住呢，先护上了。娘，你过来，我和你说。娘，你这是干啥？素素这对象家里条件不差，还答应给咱这么多彩礼。你看看今天给素素买了这么多东西，你非得带我弟一家来搅和。要是得罪死了，素素这对象白瞎了，那500块的嫁妆也不退了，咱不吃哑巴亏。那他就能打我大奎？啧，您咋转不过这个弯？大奎今天打素素，这小安是看不下去才出手的，这不是说明小安把素素看得很重吗？等回头结了婚，素素要啥他不给，啥好东西不都带回来孝顺给你？刚才素素还和我说，等以后结了婚，每个月给我和桂枝送1桶麦乳精，到时候我都拿去孝敬你。老大，你可别骗娘，你家大丫头结婚，我可拿了500嫁妆，我对你可比对你弟还好。是，娘我都记着呢，过些日子等彩礼啥的一送来，我立马给你送过去。但现在你不得给这个新女婿面子，要不然我怕。都回去，别成天的一点小事就闹得全村都知道，都是一家人，这是要干啥？我老婆子还没死呢。听到没有？快点给我赔不是，然后把手表还有衣服都拿出来，我好拿去送给小莲。我呸！你要脸不？这是小安给我家素素的东西，凭啥给你拿去娶媳妇？王梅花，你儿子做梦吃狗屎呢？行啊，那我就把他2条腿卸了，这东西我就赔给你们。娘，你看看这大哥家的新女婿咋这样？都闭嘴！不知道丢人几个钱是不？都回去！这小安是新女婿，上门是贵客。老二，带你孩子都回去。林老婆子跟换了个人似的，催着二叔一家走。林素素看到林大奎几人吃瘪的表情，就觉得高兴。你跟他说啥了？我和他说，等几天素素结完婚，就把这些东西都给他送过去，还有彩礼。爹，你咋这样？你要是敢，我就不认你了。臭小子，你爹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爹，我相信你，你是不是想先忽悠我奶？可是等我结完婚后，他该闹还是闹啊？到时候你们咋过日子？叔，婶子，我按理不该插嘴家里的事，但这也太不公平了。小安，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今天叔不把你当外人，素素他乃偏心他二叔一家。我不受待见，连带着你婶子和素素，卫东也跟着受委屈。我娘这个人就是属蚂蟥的，一旦沾上了就是要吸血的。素素，你爹就是再没本事，也不会拿你的婚事去讨好你奶他们。我想好了，等你结婚后，咱家就和他们断亲。林父这次是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这件事，林卫东的嘴巴张大的都能塞下个鸡蛋了。以后我会护着素素，护着咱们家的。林大奎在家扯着嗓子嗷嗷，就这么放过那个扫把星？奶，你不管我了。现在小莲说了，要让我给她买手表，还要啥护士的小皮鞋，不买就不和我结婚了。是啊，娘，这都是林素素那个死丫头惹的，要我说就该把东西都拿过来。大奎，奶咋不管你呢？你大伯都和我说了，等着那死丫头一结，
婚，你大伯就把东西都给你要过来，你去和小莲好好说说，早晚那些都是给他的，奶还指望他给我生个重孙子嘞。你说真的？奶啥时候骗你？对了，春霞婆家是不是说明天就来过礼了？春霞，这说话也是嫁出去的小媳妇了。奶瞅住你比你大伯家那丫头好多了，你也看住了，那素素结婚人家啥都给买了，你啥打算啊？啥打算？你还不如那扫把星。我要是你，不要个3转1响，我都不跟他结婚。我都听奶奶的。有才啊，你这腿就好不了了。林家奶奶，我兄弟这腿找地方看了，确实是好不了了。不过你放心，我兄弟能干得很，这不影响他下地干活，一样能养家的。可是你们也该早点告诉我家，这马上要成亲了，我们才知道人腿瘸了，这也太不像话了。这样彩礼可就不能是以前那个数了。这是确实是我们田家的不是，我们家其实一直都在给我弟寻摸住法子治腿，所以一直想住能治好，就没跟咱这边说一声。林家奶奶说的是，这彩礼上确实不能再亏待春霞妹子了，不过家里也实在困难，你们看加多少？也别说我老婆子难为你们，我大儿子家的闺女也要结婚了，日子也定在初6，人家可是答应了1800的彩礼，还给买了3转1响，我也不难为你们，就再加600块钱，3转1响也就算了。我们没钱，哥咱走，这婚我不结了。有才你闭嘴！林叔、婶儿，你们也这么想的？你们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我家春霞这么大的姑娘，嫁个好人都是啥价？别说还是嫁个腿脚不利索的了。哥，你们不走，我走。那林奶奶，我们就先回去了。这事我们说了也不算，回去和家里大人商量商量再说吧。娘，咋办？这是啥意思？你们家的闺女我们攀不起，这婚事都算了，东西自然得拉走。置屋之前过的礼，等几天我们上门来取，少1分都不行。娘，这下咋收场？早知道就该再要200块钱的，600太多了。这田家200够干啥的？我和小莲结完婚回门啥的还得要钱呢，这咋办？等几天我去送崔庄，总不能就带2身衣裳吧？急啥？这他们兄弟几个说了又不算。大奎娘，你去找媒婆子来家里坐坐。田家这小儿子腿都残废了，他爹娘能不愁？林素素正坐在家里摘菜，林母从外头回来就忍不住的笑。哎呦，真是现世报！我给你说啊，你奶和你二婶算计了半辈子的人，现在算错了吧？春霞婆家一听彩礼账了，直接掉头走了。咋能干出这种事呢？我二叔真是坏德行。啥叫闺女值这个价？娘，我发现还是你和我爹最好了。这下知道了吧？我让你爹去镇上卖菜，顺便去取棉花了。我约了咱们村里你几个婶子大娘的来给你套被子。娘，等我结婚了，我也成天的回家来看你和我爹。我倒是敢让你姐干啊！就你矫情，啥都干不好。就你这结了婚还不一天挨8顿打。安青山才不敢打我。正说着，就见门外闪了倒影进来，是林老二。嫂子，我哥在家不？我爹出去了。二叔，你有啥事？哦，是这。大奎明天结婚，明天让你爹来喝酒。我爹自己去啊，我们不能去。那咋能嘛？你二叔没说好，二叔的错。卫东和大嫂也去哈。林老二贼嘻嘻的笑，他都盘算好了，明天大哥大嫂一去，自己儿子和儿媳妇磕个头还能不给红包，但林素素是不能去的。老二，明天我们全家都不过去了。我家素素的婆家过来送崔庄，我和你哥哪有不在家的理？林母直接一口回绝了，他和孩子爹也是故意挑了初6这个日子的。娘，你不用发愁，青山说不会闹起来的。明天和他一起来的可都是他一起长大的发小，一个个年轻力壮的，像我二叔和林大奎那样的根本不敢靠前。这也好，就是别打起来。打起来怕啥？娘，我觉得咱们家忍了这么多年，真不如就打一场闹一场来得好。对，我现在长大了，爹也想明白了，娘你以后啥都不用怕。次日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安青山这个准新女婿带人进了小院，附近的乡亲们有好奇的，就扔下林大奎那边，先往这边来看热闹了。哎呦，又是鸡又是鱼的，这素素婆家还真是大方。瞧瞧，还有2瓶好酒呢，真好。我家闺女以后要找婆家也得这样。大伙都散了吧，都散了吧。过几天家里闺女出门子，大家伙再来热闹。陈小莲本来就因为进村时候看到安青山好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去送崔庄的排场生气，结果被林大奎抱着进门的时候，因为人多，竟然还不知道被谁给摸了一把。小莲，你这是干啥？大喜的日子拉着脸，嫁到我们家你吃啥亏了？你说我吃啥亏了？人家结婚啥都有，你们家是给我出3转1响了，还是出48条腿了？哟，你心气还挺高。咋的？你要是不愿意，当初你别嫁啊！现在进门了还是摆谱。林大奎，你就看着你娘欺负我。都别闹了，春霞带你嫂子回屋去。大奎啊，你快去和你爹一块招待客人吃饭。陈小莲气得跺脚，却是一点法子都没有。嫂子，我领你回屋。干啥？嫂子，我陪陪你。我娘这人就是这脾气，嫂子你不用生气，我哥肯定是向着你的。照你这么说，家里还是奶奶说了算。
那肯定啊，爹娘都得听咱奶奶的，在家里咱奶最疼我哥了，以后肯定也疼你。那当然，大奎可是长孙，我嫁到你们家可不是来受欺负的。嫂子，你长得真好看，我们村里你是最好看的人。你胡说，我看那个扫把星，那个林素素就挺好看的。她咋能和你比啊？我娘天天说她是狐妹子呀。哎，不过她倒是命好，找了个那样的婆家，啥都给买。嫂子，你今天结婚，等席散了，你让我哥带你去大伯家，到时候大伯还能不把东西给你。林母今天大展厨艺，安青山带来的鱼中午当场就炖了一锅汤端上桌了。林素素的大舅马德发借着酒劲儿：“小安啊，我们就这一个外甥女，算是从小看着长大的，你以后一定好好带素素，要不我们两个舅还有素素的几个表哥都不会饶你。”大舅你放心吧，我娶媳妇回去是用来疼的。小安，你这大舅酒量不好，喝多了别见怪。不过他也是因为真的疼素素才这么说。剩下几人依旧喝得高兴，可是林老婆子那边确实高兴不起来了。娘，我大哥也真是没数，这么大的日子他不来露面也就罢了，咋都这时候了也不来请你过去瞅瞅？他什么时候眼里有过我这个老婆子？娘，要不咱去看看？叫大奎和他媳妇出来，我带住他们去他大伯家走一趟。林老婆子带着林大奎和陈小莲来的时候，林母正在院子里蹲着刷碗说话。魏东娘，我带大奎两口子过来给你俩磕头。不用了，磕啥头啊？是啊，都是一家人，磕头干啥？现在都新社会了，不讲究那一套。大娘，你们没来喝喜酒，我和大奎特意给你们送2块喜糖，甜甜嘴。这磕头是规矩。大伯呢？我们两口子给你们磕一个。嫂子，这是我和青山的喜糖，我们出使的日子，你拿着。魏东娘，你这是干啥？村里这么多年的规矩，你连个磕头钱都不舍得给你侄子。哟，亲家婶子，你这说的啥话？我听着都想笑。这规矩谁定的？你们一口一个规矩，我们咋都没听说过？我家的事用得着你们两个外人说？啥？你家的事？你们家不是早就分家了？我这是在我妹子家里，你才管不着我吧？要说规矩，我咋想起来一条？这要出嫁的孙女，当奶奶的是要提前给压腰钱的。亲家婶子，你要是按规矩来也行，是不是先趁着素素婆家人在，先给咱丫头长长脸面？奶奶，你真的给我压腰钱吗？你想得美。咦，这是齐了，要不让素素也磕头？老大你出来，就看住外人这么气你老子娘。男人喝酒，婶子你进去干啥？咱娘们们拉拉呱多好。你起来。哎呀，都说了男人们都喝多了。今天我外甥女婆家那边送崔庄，婶子你可别去捣乱，人家婆家来的都是小年轻，喝点酒火气大着呢。没天理啊，我老婆子命苦啊。婶子，今天可是你大孙子结婚的好日子，你这要是哭闹起来，别说不吉利，外人听到了还以为你上门报丧呢。林老婆子的哭声戛然而止，林素素打心眼里佩服二舅母，她舅母这嘴真厉害，跟抹了毒似的。大奎，咱走。真是没见过这么抠搜的人，侄子结婚一毛不拔，今天送崔庄也不说拿点东西孝敬奶奶。你看这小媳妇的嘴还真是厉害，我倒是没听说侄子结婚得找大伯和大伯娘要东西的。再说这婆家下崔庄里，人还没走，你这刚过门的小媳妇就撺掇着要东西了，呸，真是不嫌丢人。马二嫂站在大门口，声音高八度，恨不得让全村人都听到。我说亲家婶子，你选的这个孙媳妇还真是不懂事啊。你啊，就是脾气好，在婆家受这么多年欺负，看你这个恶婆婆真是过分，还没怎么住就来打秋风。各位邻居，我家妹子难不成就是天天这么被欺负的？爹娘，你们快进屋坐。姥姥、姥爷、素素，这些是我和你二舅母给你添的嫁妆，1对暖水壶，2对枕巾，还有你姥姥给你的一床被面。谢谢舅母舅舅，还有姥姥姥爷，你们对我太好了。张媒婆今天打扮的也格外喜庆，带着安青山一众人热热闹闹的来迎亲。安母也从口袋里掏出个红纸，包递到林素素手里。丫头，拿着，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娘的心意。谢谢娘。姥姥娘，我姐说给小舅母下熟透的饺子，盖帘都掀到地上了。死丫头，就你能好好的饺子撒地上了？红英，总共盖帘上也没剩几个饺子，你别骂孩子。一顿饭吃完，林父林母这些娘家人又到堂屋里坐着说了会子话，就要回去了。娘，我不想你们走。傻话，嫁了人就是大姑娘了，别耍小孩脾气，在家听你婆婆的话，勤快点，别和青山吵架。亲家你放心，我把咱丫头当亲闺女一样疼，青山敢对她不好，我第一个不愿意。哭啥啊？这还没咋住呢，别人还以为是我们家欺负你了呢。素素，别伤心了，等后天一大早就叫青山骑车带你回门，以后你要是想家了，也是随时都能回去的。娘你真好。闺女，刚才没吃饱吧？娘给你下一碗鸡蛋面，你进屋歇着去。
安母不舍得让媳妇干活，便催着林素素回屋歇着去。林素素犹豫地看向安青山，见安青山也是如此的点头，这才走回屋了。青山，等回头你可得好好说说你媳妇儿，千万别养成个懒性子，得叫她帮着家里干活。我娶她回来不是为了让她当牛做马钱活的，你以后别再说这些话了，很烦。我还不是为了你好，青山，你别胳膊肘往外。谁是外人？她是我娶回家的媳妇，以后就是咱们家人。姐，你要是非得分个远近亲疏，那你早就嫁人了，你才是亲戚，你才是外人。都住嘴吧！红英，你去扫地；青山，你找几个人帮忙把院子里那些桌椅挨家送回去，各家都有做的记号。安青山直接大步走开了。娘，我也不知道咋得罪青山了，他眼里越来越没有我这个姐了。红英啊，娘，爹问咱啥时候走。安母才开口，安红英的小儿子狗蛋就跑过来了。娘，狗蛋闹了，时候不早了，我们先回去了。回去吧，路上慢着些赶路。你娘还打算让你干活，真是没数，咱们现在可是亲戚。行了，少说两句。林素素在屋里正无聊，安青山也不知道去哪了。呀，这是你们去抓的野鸡和兔子。晌午说给你烤兔子吃的，你要不要吃辣椒？安青山同志，你的厨艺果然很好。嫂子，你想吃这口太容易了。我山哥从10岁就开始上山套野鸡找兔子，那时候成天往山上跑，我婶子可没少打他。真的吗？那你下次带我一起去上山行不行？上山可不好玩，啥虫子都有。那还是算了。次日早上，安母看见林素素，立刻从兜里掏出个红包。素素，咱家不用你扫地，这钱你拿着，回头自己想买点啥就买啥。娘，昨天你都已经给我红包了，咋又给？不一样，昨天你过门那是改口钱，哎呀，你拿着就是。那谢谢娘。昨天吃饭的时候，我娘家2个舅母都直夸我有福气，说我有个好婆婆呢。娘，你对我这么好，你都不知道我那些小姐妹都多羡慕我呢。让青山带你去村里转转，熟悉熟悉。晌午想吃啥，娘给做。娘，你做啥我都爱吃。林素素拍马屁上瘾，安青山看着自己娘被轰得一愣一愣的，微微惊讶，毕竟他娘在他们姐弟俩面前可没有这么温柔的一面。青山娘，青山，俺家老婆子要咽气了。一家人正温馨着呢，大门外隔着墙响起一道急促的声音。林素素下意识地看向婆婆和丈夫，安母和安青山两人表情都不大好。还傻站着呢，老宅那边都要打起来了，青山到底是孙子，这会儿不得快去啊？青山，要不你去一趟？娘，我不去。衣裳都换好了，人已经糊涂了，嘴里一直念着你爹的名儿呢。你们家那几个都过去了，说你奶这是有心愿没完成，走也走不安稳呢。青山，去吧，我和你奶的恩怨和你小辈没关系，去代替你爹给他磕个头。林素素不知道从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她乖巧地站在一旁，并不开口，只是目光关切地看着安青山。素素你也去吧，叫那死老婆子也看看我们青山娶的媳妇多好。安老婆子咽气了，连最后一顿饭都没吃上，就永远闭眼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安母一家3口正在堂屋里吃饭。娘，我去走一趟，给老太太送一次汤就回来，让素素和你在家。我要不也去？才结婚还没过3天呢，素素你不用去这种白事。素素你别瞎想，这人生老病死是控制不了的，谁要是瞎说，娘第一个去教训他。吃了晌午饭，安红英便来了，见安母在刷碗，林素素正在屋里收拾昨天从娘家带来的东西。娘，咋是你刷碗？从前不就是我刷碗？大姐来了。大姐，你咋一个人来的？没带大鸭和狗蛋？我听说奶奶没了，我赶回来的。狗蛋和大鸭都在家呢，没让来。娘，你咋还没过去？我奶死了，你要是不去，我二娘他们还不知道说咱家啥呢。你愿意去就自己去，什么时候轮得上你管我了？娘，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怕二大娘他们，我被娘熊了，你高兴是不？还不去换身衣裳，跟我去给奶奶穿孝去。我不去。林素素摇摇头就要回自己屋，安红英气得差点绝过去。你说啥？是咱娘和青山说的，不用我过去，姐你自己去呗。安青山回家的时候，林素素和安母已经把饭菜都摆好了，见他一个人回来的，林素素纳闷，姐呢？估摸着也快回来了，我走的时候看到她也要走的。娘，咱等等大姐吧。咱吃吧，不等了。也是，说不定大姐心里挂念孩子，直接回去了。林素素看出婆婆这会儿生气，也是食物的默默吃饭，直到晚饭后回屋。安青山同志，我要向你提个事情。啥事？我觉得你姐姐不喜欢我，所以我为了避免矛盾，要提前告诉你，我决定以后也不喜欢你姐。如果发生矛盾，你不要站错队伍。我保证，你和我姐吵架，我站你这边。算你识相。那有奖励不？你要啥奖励？这就是你该做的。总给个甜头吧。安青山，你不害臊？次日，安母打开大门，就看到女婿邵铁成带着2个孩子站在大门外。娘，红英昨天咋没回家啊？我上哪知道，人家娘俩感情深，我还能拦着他？青山起来了，我来找你姐。舅舅，我小舅母呢？小舅母在屋里还没起床呢，你和狗蛋去吃点东西，等会小舅母就起来陪你玩了。啥都用得住你了，你们家找不住人了，用你一个出嫁的孙女守灵。我给我奶奶尽孝，你也管着。我要是管住，还能让你回来？两人一路吵着架回来的，还没等进门呢，安母几人都听到动静了。娘，你干啥去了？昨晚上都不回家。娘，给我弄点吃的垫垫肚子。
哼，那边不管你吃的。娘，我都帮你和二大娘他们解释了，我说你身子不得劲，他们都没生气。不过明天出殡了，你还是得去的，要不就太不懂事了。滚，给老娘滚出去！娘，你咋这样？铁成带着你媳妇赶紧走吧，没事别让她往这边跑。邵铁成懦弱地带着2个孩子跟着出去，他不敢吭声。安红英被撵出来后，只得和丈夫带着孩子往家走。安红英一家人走后，安母这才心里舒坦了一些，忙前忙后的帮儿媳妇准备回娘家的东西。这是结婚那天剩的肉，你给你爹娘带过去。青山走镇上去供销社给你老丈人买瓶好酒带着。娘，你自己在家多无聊啊，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下次吧，下次没事的时候娘跟你去找你娘拉呱。今天是回门，哪有老婆婆跟着去的，别人笑话。经过村口，依旧看到一群女人。今天安母一过来，那些人就都不说话了。安母就知道了，今天这群娘们消遣的话题一定和自己家有关系。都在这呢。青山娘，你过来了，才刚看见你家小两口是回门去了。是啊，我家这儿媳妇真是懂事，怕我一个人在家闷，还要带着我一块去她娘家呢。你们家这最近可真是事赶事儿，老太太死了，你咋有空出来？你这话说的，安家老太太死了和青山娘有啥关系？当年可是老太太自己说了断亲的，人家青山娘还让儿子闺女都回去给她磕头了，这就顶顶大方了。青山娘，你这儿媳妇是金山村的？是啊，听我娘家兄弟媳妇说，村里有个姓林的小闺女是扫把星命，说的不会就是……你少在这胡咧咧，村里的谣言就是你这种人瞎编乱造传出去的，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你问问他们，谁不知道你家新媳妇一过门就把老太太克死了？新社会了还在宣传这些封建迷信，我倒是要看看是谁宣传的。李大山家的，你既然说给我听了，那你就说你听谁说的，我一个个问，找到谁说的，我非得送到公安局去。见安母认真起来，要挨个问了。刚刚还坐在村口准备看热闹的妇女们，一个个交换了眼神，不敢再继续待下去了。姐夫，卫东，爹娘呢？在家等着呢。娘，今天特意杀鸡给你吃。卫东，你脸咋了？没注意摔的，咱回家吧，爹娘都等急了。林素素则是紧蹙着眉头，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她第一反应就是林老婆子和二叔一家来找事了。我闺女回来了，小安，来，快进屋。饭这就好了，卫东，快给你姐夫你姐倒水去，这一路骑车肯定累。娘，这是我婆婆给你带的肉，这是青山给我爹买的酒，还有这是馒头。咋带这么多东西回来？娘，你们留着吃，我们下次回来再送。我奶他们来难为你们了吧？是啊，前天我们一回来就见你奶奶带着你二婶他们砸了咱家的锁，把东西都抢走了。正好你就和你舅妈他们也都没走，见咱家被这么欺负，就和我们一起上门把东西给要回来了。那死老婆子满地打滚，最后你二就让你哥哥把公安都喊来了。公安都来了？是啊，不过公安说了已经分家了，还上门随便抢东西，这是可以把人抓起来的。你奶和你二叔就害怕了。我弟的脸也是他们打的。是啊，不过你弟也没吃亏，把你二叔直接一头顶到沟里，估摸着现在还下不了炕呢。那以后我奶还会再来找事吧？你爹找了村长和几个长辈当见证，咱们家和那边以后就断亲了，断亲书都写好了，要是他们再来就报公安给他们抓走。那往后咱家的日子终于能好过了。咋样？去你婆家那边过得好不？你可别和在家里一样懒得骨头都软，现在嫁人了你得勤快些。昨天青山他奶奶死了，你婆婆和青山没说啥吧？我婆婆和青山奶奶不咋来往，青山去待了半天，傍晚就回来了。不过我有点怕村里人传闲话。不怕，只要青山和你婆婆都站你这边，谁说都没用。素素，你听娘的，尽快和青山要个孩子，等有了孩子，你在你婆婆家也算是立住脚了。娘，你说啥呢？你别不当回事，咱村前年不就有个例子，结婚好几年没孩子，被婆家给退回来了。我婆婆才不是这样的人。你婆婆是好人，不光我说，你姥姥、你舅母他们也都这么说，看面相就是好的。你千万别耍性子，以后好好过日子，孝敬婆婆，知道不？知道了，知道了。田家那边倒是找了媒人上门来说了一次，想要让林家松口，让2个孩子按照原来定下的日子结婚，但却被林大奎直接给骂走了。林春霞垂下头，心里有些着急。这就是我孙女子，叫春霞。林春霞一怔，面前这个男人可比之前的那个田友才长得好多了，个子也高大，看着和林素素的对象差不多高。春霞同志你好，我叫黄明，很高兴认识你。黄同志，你进屋坐，我这孙女性子腼腆，熟悉了就好了。林老婆子和林老二在屋里陪着说话，林春霞便去灶屋帮自己娘烧火。娘，这人是谁呀？是你奶奶托张媒婆给你说的新对象，我可告诉你，你这回捡出大便宜了。他家是哪儿的？是寨子村的，跟那个扫把星的婆家一个村。你知道他爹干啥的不？是村支书。你嫁过去那还不是等住享福？村支书的儿子能看上我？哼，要不说你命好，捡了个大便宜。这黄棉前头死了个媳妇，家里还有个小子才3岁，要不能看得上你。人家现在就想找个会过日子的媳妇，我告诉你，你给老娘省心点，别出门蛾子。林素素和安青山准备回去了，因为刚结完婚，所以林母不打算让闺女留下住宿。说出去不好听，怕闺女婆婆那边难堪。
这老林家就这么住，让闺女出门子了。这就算是二嫁妇女，也没这么简单吧？这是咋想的？不过看这青年一表人才的，家里条件应该不差吧？你二叔家这个妹子嫁得离你不远，恐怕你往后经常能见到。啥意思？那男的是咱村的？他是村支书家的大儿子，叫黄明，我从前和他是同学。真是不巧，咋嫁到咱村里了？你不喜欢就不来往，反正有我呢，没人敢欺负你。既然是村支书的儿子，为什么结婚这么简单，就这么把人接走了？还是下午？可能觉得是二婚，所以不想太张扬。他离婚过？他媳妇身体不好，前年去世了。真可怜。回到寨子村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安青山带着林素素回到家。林素素第一时间和婆婆分享了这件事。这娶个媳妇也好，不然那孩子没有娘也怪可怜的。还有个孩子啊？村支书的孙子都3岁了，成天闹着想要妈妈，谁听见了不说句可怜？找个媳妇回来挺好，往后好好过日子。娘，等会我来拾掇桌子，你歇着。你给我们做饭做得这么好吃，我都要幸福死了。用不着你干，咱娘俩都歇着，让青山干。他一个大男人闲着好意思。秋收忙完了，地里没多少活，安青山这段日子也清闲着呢。媳妇儿，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啥事？这地里也没活了，天天在家闲着也不是事。我想喊着几个兄弟一块去附近村子里收鸡蛋，然后带到黑市或者县城去卖。咱上次去县城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已经有摆摊卖东西的了。以后形势也会越来越松，想赚钱，咱们现在就得抓紧。那光是收鸡蛋能赚到钱吗？希望庄的鸡蛋5分一个，运到县城副食品公司7分一个，咱们当地供销社才6分5一个收，不合算。但要是直接卖居民，拉到黑市上一个能卖1毛2，还是有赚头的。既然要干，这光靠鸡蛋力太薄。你们去村里收鸡蛋，像山核桃这些也是可以收的。山核桃用蜂蜜浸了可以当喜糖，野菊花晒钱了可以当枕芯，还能泡水喝，还有益母草，城里人抢住要呢。媳妇儿，你咋懂这么多？其实鸡蛋咱们收回来了，我和咱娘在家可以用红纸给染成龙凤蛋，城里有办喜事的都会抢着买这样的，这样卖1毛5一个也是有人买的。林素素同志，我娶你算是捡到宝了。媳妇儿，你咋知道野菊花有人要的？以前我们村省城来的知青说的，他说菊花诊治失眠。鸡才叫了头遍，安青山就骑着自行车出门和几个兄弟会合去了。素素，青山咋天不亮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青山就说要出去一趟，等回来我说他。素素，以后你替娘管着点他。我都听娘的。素素，待会儿娘去地里浇水，你自己在家待着，想出去就出去转转。我也去，咱2个人干还快点。那就用你干了，娘自己就行。没事的娘，你总得让我也知道咱家的在哪吧。周婶儿，你们这是出去？是啊，带青山媳妇一块去菜地转转。你们这是哪去啊？我娘让戴春霞去镇上扯块布做身衣裳。素素姐，咱们嫁得近真是太好了，快去吧。黄明带着新媳妇林春霞走远了。素素，你这妹子看着心眼不少，娘说句话你别生气，往后和她走远点，我怕你吃亏。放心吧娘，我以前和她在娘家的时候就不大来往。素素，晌午想吃啥？娘给你做。啥都行，娘你做饭好吃，我不挑。林素素笑着说道，没防备脚下一半就这么直直地摔倒在自己菜园地上。丫头没事吧？我看看摔着哪了。素素啊，娘眼花了，你快看看这是不是金子啊？娘，是金子，是金子。傻丫头，你趴地上干啥？咱快点挖出来带回去。一进门，婆媳俩进了堂屋，这才放心地把金子放到桌子上。这是金子不？我的老天爷，还真是金子！娘，咱家是不是发财了？素素，你是咱家的福星啊！瞅瞅你这运气！哎呦，我们家青山娶了你，真是有福气。咱村去年前街的徐四拿着他娘老子的陪嫁金戒指到县城换了200多块钱呢。这块金子这么大，不得上千啊！那等回头让青山拿到县城去问问看，换成钱多好啊！行，到时候换了钱，素素你想买啥就买啥。晌午娘给你包点饺子吃。娘，我帮你擀皮。刚说着的时候，安青山回来了，安母一脸慈爱的笑。今天上哪窜了？人家素素刚嫁过来，你就到处跑。娘，其实我没告诉你，青山今天是出去干大事了，您别骂他了。啥大事？你现在成家了，你不仅得为自己，还得为你媳妇想。谁知道第2天是啥形势？娘，其实我和青山上次去县城的时候就看到了，县城现在很多小商贩，大街上做买卖的多得很。像咱们小地方就更松了，我舅母那个村就有不少去镇上或者县城做小买卖的。报纸上都说了，这不是倒买倒卖，这叫农副产品自由流通。素素，你也觉得可行？娘，我觉得行，让青山试试吧。你又不是不知道青山的性子，你不让他干，他偷摸的也是要去钱的，还不如让他在咱们眼皮子底下干，咱也好时刻盯着他。你说的对，素素是咱们家的福星，往后你多听素素的准没错。2个人洗完澡躺在炕上，压低声音说着悄悄话。今天收了多少？东沟村收了73枚鸡蛋，王家沟收了80枚鸡蛋，西沟村多收了124枚。还有，你没找个本子记下来？我都记在脑子里呢。那怎么行呢？万一你睡一觉就忘记了咋办？
你当初咋没想着去考大学呢？拉倒吧，我这运气还考大学呢，我考地瓜都费劲。这学习又不是看运气的。可是考试是需要运气的。这些鸡蛋总共才346枚，明天再收1天，后天就拉去卖吧。是这么打算的，收是按照5分钱一个收的，本钱是大家伙凑的，等回头赚的钱也和大家伙平分。今天就只收到鸡蛋吗？不过我们去收鸡蛋的时候，和那些村民们说了，要是有山核桃、晒钱的野菊花或者金银花啥的，也都收。林素素今天也没有赖床，早早的起来帮着婆婆打扫院子。门外站住个大肚子的小媳妇，她是住在隔壁张家的儿媳妇赵小倩。婶子吃了吗？素素，这是咱隔壁住着的你张家嫂子。嫂子，我给你拿个板凳坐。早就想来找青山媳妇说话的，这不是前2天我回娘家了，昨天黑天了才回，今天早上就过来了。嫂子，你这几个月了？马上就6个月了，你也抓紧要一个。没事的，嫂子，等你肚子里的小娃娃出来，我也能天天看着。我这2天没在家，没想到村里就发生这么多的事。听说黄明娶的媳妇是你娘家妹子？不是亲妹子，是我二叔家的。哦，怪不得。早上我婆婆去井边打水，遇到她可是没说一句你的好话呢。这要是亲妹子，可说不出这样的坏话。她都说啥了？我找她算账去。安母眼里容不得沙子，听说儿媳妇被人说坏话，瞬间脾气上来了。送走赵小倩，安母黑着脸撸了袖子就要去村支书家。婶子，素素姐，你们来了。我呸！你个小媳妇嘴巴还挺毒。婶子，你这是咋说的？我早了，素素姐，你是不是和婶子说我啥了，让她误会了？你别一上来就装无辜好不好？我问你，你是不是和别人说我坏话了？我干啥说你坏话？谁知道你干啥这么做？败坏我家素素的名声，对你有啥好处？你还是我家素素的娘家妹子，这不是亲妹子，到底是白搭。不但不帮衬，还上来就败坏。婶子，你咋能这么说我呢？我真的没说过。青山娘，是不是有误会啊？我看黄明媳妇不是这样的人啊。春霞，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从前咱俩都没结婚的时候，你就一直嫉妒我，处处和我攀比，后来还嫉妒我嫁的婆家条件好。我刚结婚，你就撺掇你家去我家抢东西，逼得我爹娘只能找了村支书见证和你们断亲。现在你嫁过来咱们一个村，你就先急着败坏我名声。哎呀，青山媳妇不像是说谎啊。是啊，这都断亲了，有没有这回事？去村里一打听，不就都知道了？怎么回事啊？听到家门外这么热闹，林春霞的婆婆黄母走了出来。是周大姐来了，大妹子，你来的正好，你给评评理。素素姐，咱们是一家人，你别听村里人挑拨。既然你说是挑拨，那还是说清楚的更好。怎么了？打了胜仗一样的安母林素素心情大好的往家走。青山这么快回来了？啧，这么大人了还毛手毛脚的，跑啥？后面有狗追你？安红英，你说谁呢？娘，我没说你，我是看青山媳妇儿跑着回来说她不稳重。她才多大，用得住稳重？你跟她这么打小的时候，不也是满村子转着跑？娘，大姐你们说话，我回屋了。你回来干啥？娘，你来屋里，我和你说。啥话你直接说不就得了？娘，你给我弟找了个什么媳妇儿啊？你知道不？现在都传遍了，说林素素是克星，是专门嫁到咱家来克人的。我看你脑子是被门挤了。娘，你咋回事啊？你被那个小妖精下了啥妖法了？你亲闺女还能骗你？你也就是我肚子里出来的亲闺女，不然老娘还拍桌子，这一巴掌早拍你脸上了。娘，你咋回事啊？你是咋回事啊？从你弟娶了媳妇后，你就各种不顺眼，咱家日子好过，点你难受是不是？我是为了咱家好，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他过门，我奶就死了。村里都传遍了，说林素素是扫把星。我二大娘和我说了，以后我留了个心眼，去我们村金山嫁过来的小媳妇那里打听了一下。你猜怎么住？金山村的人都知道这回事，说林素素从小就是倒霉不断，谁和她走得近，谁倒霉。红英啊红英，你说你从小也算机灵，咋越大越脑子不好使呢？这些话恐怕也是你那个二大娘传出来的。从多少年前她就和咱家不对付，你不是不知道。这次你弟娶媳妇，他故意编排出这些话，为了就是让你弟咱村里不好过，让我不好过。你说你是我闺女，你咋不向着我？啥事儿都向着那边。到底是一家人，二叔二婶不会害咱的。娘，你脾气也太大了。娘，你没事吧？我没事。素素，娘没教好你姐，让你受委屈了。没事的娘，其实我姐说的也都是实话，她是为了青山和家里好。是不是吓到你了娘？你这孩子从小吃了这么多的苦，真是可怜。孩子，你别瞎想，这些事情不能代表你就是灾星。你要娘说，娘觉得你还是咱家的福星呢。你看你一来，娘最讨厌的人死了，你跟娘去菜地，你还捡了个金元宝，你自己说你是灾星。安青山回来的时候，林素素正搬着小板凳坐在家门口，扶着下巴等着呢。在等我？你想得美，我是坐在这里看日落呢。哦，亏我还给你买东西了，没想到我媳妇没良心。什么东西？我看看，我看看，呀，是橘子。你认识啊？
我二舅母娘家的姐姐嫁到南方去了，有1年就给寄了水果呢。二舅母给我们家也送了几个，你这是哪来的？是大黄几个人才看到的，就买了2个，让我拿回来给你尝尝。那你下次记得帮我谢谢他们。你没看出来咱娘不高兴？咋了？总之，你姐确实是为了你好，但娘觉得咱姐说这些话不利于团结，归根结底是因为我的原因，你姐觉得受委屈。我姐这个性子也不知道随谁。其实咱娘真的不重男轻女，从小家里啥吃的都是我姐和我平分。她说这话不是戳咱娘心窝子吗？是啊，我也觉得有点过分。当初咱娘和我奶奶闹矛盾，我奶说把我过继给我大伯，把我姐过继给二伯家，然后让我娘走。所以我姐一直就和二伯二大娘特别亲，私下里还和我说过，要是娘改嫁了，那二伯二大娘就是她的爹娘了，大伯大娘是我的新爹娘。啊，你姐当时年纪这么小就算计这些了？可是我和娘都不怪她，但后来我在医院检查到无精症，也是她嘴快告诉了二大娘，后来整个村子都知道了，我就不想搭理她了。娘也为这事儿生气了好些日子。今天我们几个又去南边几个村子收上来480多枚，加上昨天的346枚，一共831枚。明天一大早就去县城？对，明天早上去老黄家里集合。4日天蒙蒙蒙的亮，因为要去县城帮忙卖鸡蛋，穿得太惹眼反而不好。这是娘给烙的油饼，不少，你们几个分着吃。谢谢娘，等我们的好消息吧。金子好好揣着，等卖了钱想买啥就买点啥，别不舍得。进了成安青山停车，林素素跳下来往街对面的几个大妈走过去。大妈，你们看，全都是村子里养的鸡下的土鸡蛋，买回去给孩子补身体最好了。那咋卖呀？1毛2一个，不要票。那我们3个都买，你们不给便宜点？我们这有200多个呢，大妈你们都能要？那肯定是要不下这么多的。这么着吧，你们回去问问邻居有没有要鸡蛋的，他们要是来买，我给按照1毛2一枚，你们3个就按1毛1一枚。行，我要10个。很快200多个鸡蛋就见了底。咱们是不是卖的最快的？绝对是。你想买啥不？没啥想买的，不过等回头你打听打听，咱们买辆3轮车才是真的。完事，林素素也已经拿着钱了，随后回了家。娘，你进屋。这是14块5毛4，是青山这趟卖鸡蛋净赚的，本钱已经扣出来了。这份是3685，是卖金子的钱，还剩下1半金子没有卖。我想着银行金价万一还能上涨呢，等着啥时候涨了，咱再把剩下这块卖掉。娘，这钱你收着，以后我和青山赚钱，你帮我们管着。我听说现在人家都把钱放在银行办个存折放着，比咱藏在家里安全。要不赶明丫头，你跟着青山去银行存了吧。咱娘说的对，你就听咱娘的。家里之前的钱为了你们结婚也花的差不多了，我这里总共还有不到600块钱，这钱就我拿着，不给你们了。往后你们小2口赚的钱自己拿着，娘等着享福就行。娘你真好，你是全村不是全国最好的婆婆。娘，还有个事儿，这钱我是不是能随便花？你打算买啥？我和青山商量，着想买个3轮车，这样去收农产品也方便。你们自己商量好就行，不用和娘说。安母觉得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真是没良心，谁家闺女嫁人了不回门？娘，说不定是春霞婆家不让她回来呢。既然这样，回头你去走一趟，问问咋回事不就行了？那小莲，你明天跟我去你妹子家走一趟，我不信她婆家能叫咱空出手回来。行，娘，明天我让大奎和咱一起去，倒是去看看春霞婆家因为啥不让我妹子回门的。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不回门是林春霞自己的主意，林春霞是为了讨好自己的婆婆。娘，你找我有事？这是上回你二姐从省城给我寄回来的香皂，还有这是几斤毛线，你自己给自己打件坎肩吧。谢谢娘。看见儿媳妇回去了，黄母摇摇头叹了口气，这咋又叹上气了？我瞅着咱这个儿媳妇比胜利娘差远了，以后可别再提这话。阿明现在娶了她，她就是咱的儿媳妇，你别再拿胜利娘出来说事儿，这不是增加家庭矛盾吗？别给我上纲上线的，我也没说啥，这不是你问的吗？尝到赚钱的甜头后，林素素开始上瘾了。娘，今天西沟村的木匠来给送柜子，你别出门在家，帮我们盯着，让放屋里去。行，你们放心去就得了。娘，你让他们送来，就靠着南墙跟放。安母好脾气的笑笑。吃过早饭后，阳光正好，林素素就进城了。这青山和他媳妇是上哪去？小2口在家也没事，说是出去逛逛。哟，周大姐，你可不能这样惯孩子。这新媳妇进门多久了？你得给丽丽规矩，家里的活她不干，难不成都你干？这儿媳妇嫁过来也不是来当奴隶的。我说徐婶子，你这观念咋还在旧时候？哼，我懒得跟你计较，等啥时候我和你婆婆说说，好好管管你。他家儿媳妇上个月被气得回娘家，现在还没回来呢，啥时候折腾的他儿子成了光棍子就好了。咱不理会他家那些糟心事，你婆婆呢？我爹娘和顺利去地里了，正好昨夜下了场小雨，说是今天把种子撒下去。两人说了会儿话，赵小倩便说要拎着水壶去地里给家人送水。经过村口，赵小倩就被拦住了，是王梅花带着林大奎和陈小莲来了。喂，
我说，你知道你们村支书家在哪不？前头这条路走过去往西拐，街头第2家就是了。你带我们过去呗，我们又不是你们村的人，万一找不到咋办？我有事，你们自己找吧。让你带路那是抬举你，你还不乐意上了？你知道我们是谁不？信不信我让你在村里混不下去？你是谁啊？信不信我喊人了？赶紧给我们带路！就凭我闺女嫁给你们村支书的公子了，你得罪我们，信不信让你一家子都在村里滚蛋？听到这话，赵小倩不禁好笑，原来是林春霞的娘家人来了，真没想到林春霞自己随便编排人，就连娘家人也都不是好的。闺女嫁给支书家就了不起了，口气大的我还以为嫁给县太爷了。让开！大奎，算了吧，这女的怀孕了，咱不和她一般见识。怀孕了咋的？老子今天非得让她带路！救命啊！来人啊！外村人来人啦！算了，让她走吧，咱换个人问问。顺利家的咋回事啊？这3个人说他们是村支书儿媳妇的娘家人，问我支书家咋走，我好心说了，结果他们非得逼我带路，我大住肚子还急着去地里给我婆婆他们送水，结果他们就不乐意了，威胁说我要是不带路，他们就让我家在村里过不下去。这是误会，我男人是想着叫你给我们带路，我们可没威胁你。我呸，你也不是啥好东西，你还向着你男人说话呢，就你婆婆和你男人这不讲理的样子，我看你也没好日子过。你上胡咧咧，还想住挑唆我儿媳妇和我们家离心，你这小娘们还真是恶毒啊！就是你别胡说，我男人和我娘对我好着呢，我看你大住肚子还下地干活，你在你婆家估计话都不敢说吧。小倩，咱别和他们白话了，我去喊支书家的人来，再去个人帮小倩去地里喊她婆家人来。围着我们干啥？等会支书家来人了，我看你们怕不怕？黄母和林春霞赶来的时候，林大奎3人已经鼻青脸肿了。嗨，亲家嫂子吧，你看看你们村的这些刁民太不是玩意了，快让亲家公把他们都抓起来关牛棚。顺利娘，我替他们跟你们赔不是，你看这事儿咱们2家坐下来好好说道，行不？算了，让黄婶处理家事吧，我也没咋的，这事儿就算了。经过小坡、张母和安母搭话，我等会儿，这不是之前我家青山结婚订的48条腿，还差1组大衣柜吗？说是今天送来，我估摸着快了，在这里等等。哎呦，你家娶个媳妇儿可真是下血本了。我家青山这样的条件，人家姑娘愿意嫁过来，我们家自然得好好对人家。哎呦，我家媳妇的衣柜来了，不和你们拉呱了，我忙去了。这安大娘之前看着那么凶，没想到对儿媳妇也挺好，跟你一样都是好婆婆。那是摊上你这样的好儿媳妇了，你安大娘也算是好运气。我瞅着青山媳妇儿也不错，嘴甜得很。是啊，我以后算是有伴了。此时黄家王梅花和陈小莲一身狼狈，头发乱得像鸡窝。你去拿件阿明的衣裳给你哥换上，再带你娘和你嫂子洗洗去吧。得意个什么劲儿，还拿官太太架子呢，那眼睛都快长头顶上了。娘，你说啥呢？我婆婆人挺好的了。我看你嫁了人就开始胳膊肘往外了。你婆婆人好，你婆婆咋不让你回门？不会是春霞你自己不想回门吧？亏得娘还挂念你。真的？咋可能是我自己不愿意回去？娘，你都不知道我这些日子多想家，我一点都不想嫁人，还是在咱自己家好。知道就好，不管啥时候娘家才是你的底气。你别以为攀了高枝儿以后就不用理会娘家这帮穷亲戚了。以后你在婆家受气，还得靠你哥、你弟他们呢。娘说的对，我肯定不会忘本的，我以后全指望我几个兄弟了。这还差不多。娘，你们来就是为了来看看我？哼，我来问问你婆家为啥不叫你回门？好歹也是个村支书，咋的还能这么苛刻儿媳妇？娘，你别问。咋的？我是这么想的，我刚嫁过来还没立住脚，我本来打算过几天就多带些东西回去看你们的。你们要是撕破脸，我婆婆下回不舍得叫我带东西了咋办？林大奎从屋外进来，手里还端了一碗鸡蛋羹。林春霞看了眼，又是一阵晕。这是婆婆给黄明的儿子做的，就这么一口还不够我塞牙缝的。春霞，你家还有啥吃的？你婆婆呢？娘家客上门，她躲出去了。你婆婆架子还挺大。黄母回来了，她自然还没进屋就听到这话了。黄母脸色不大好，但看到儿媳妇那惨白的脸时，终究还是心软。春霞，你去鸡圈抓只鸡，咱晌午杀了吃。我喊人去镇上喊阿明回来了，你爹估摸晌午也能回来。谢谢娘，我这就去。亲家，这没让春霞小两口回门是我们家的不是，我和他爹商量的是等2天阿明歇假，到时候再让阿明陪着春霞回娘家住2天。没想到今天你们就来了。我就说嘛，这支书家不可能是那种小气的人，咋会不让我闺女回门呢？呜，我的蛋蛋，你还我？哎呦，这孩子还挺护食。好孩子不哭了，奶奶待会儿再给你做。春霞，给胜利再蒸一碗鸡蛋羹，这孩子从睡醒还没吃饭呢。哎，知道了。亲家母，要不给你们也都蒸一碗吃？春霞，
给我和你嫂子也一人蒸一碗，还有咱娘的。亲家母，那就又叫你家破费了。几个鸡蛋还是吃得起的。这孩子一出生，他娘就死了，命可真硬啊！你怎么能当住孩子这么说？我说啥了？亲家母，你嗷嗷啥？吓我一跳。大娘，你别生气，我娘这人嘴直，不会说话，你别放心上。哼，你们坐着吧，我出去一趟。说着，他去了邻居家。娘，等会阿明和我公公就回来了，你们可别再说胜利命硬啥的话，不然我在家肯定待不下去了。那孩子是他们黄家的命根子。看你这点子出息，怕啥？你又不是不会生，等你再给他们家生个大胖小子，他们家还能不把你当人？我知道了，娘，求你了，别闹了。等会儿吃完饭你们就回去。我婆婆给了我一件的雀凉的衣裳，我拿给你，你穿着肯定好看。这还差不多。黄母把孩子放到邻居家，这才回来和儿媳妇一起做饭招待新娘家人。黄爱华是前后脚回来的。娘，哥嫂子，你们来了，我工作忙，没带春霞回门，本来想着等2天的娘，正好你们来了，这些东西等走的时候拿上。哎呦，我的好女婿，瞅瞅，这到底是当老师的，这礼数一点差不了。你这是啥样子？对人家热情些。你要是知道今天这3人一到村子就报了你名号，欺负顺利媳妇，你也热情不起来。黄母疼儿子，不想让儿子因为这事儿难办。另一边很快就到了孙家土山村。小姑娘，你们来走亲戚啊？大娘，我跟你们打听个事儿。姑娘，你问就是了。整个村子还能有咱几个不知道的？这不，我姐这个月生孩子，想要点咱村里的土鸡蛋做月子。我和我男人这不专门来村里问问，你们知道咱村谁家有多的鸡蛋卖不？这还不容易，我家攒了得有30多个。那真是巧了。大娘，你家鸡蛋咋卖？4毛一个，行不？行，就是这些鸡蛋有点少。各位大娘婶子，你们家里要是有也能拿来，我们都收。真的？那我们可回家取鸡蛋去了。行。对了，我姐嫁到城里去了，就爱点咱农村的山货，山核桃啥的，你们要是有也能拿来，我都要。林素素和安青山便坐在村口石头上等着，很快就陆陆续续有村民带着鸡蛋山货赶来了。同志，看看我家的，你瞅瞅，都是自己家鸡下的，还新鲜住呢，这一个还热乎住呢。我的老天，青山，你们2口子这是干啥去了？别是又去干不好的去了吧？我说青山，你可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咋说话呢？上来就给人扣上一顶投机倒把的帽子，这得亏是现在，要是前几年，因为你这话，我和我男人不得被抓起来啊！哟，小娘们脾气还不小，你见我不喊一声婶子就算了，还敢这么和我大呼小叫。我说安大嫂，你家儿媳妇可真是伶牙俐齿，我要是你，我肯定管得服服帖帖的。你把你自己家儿媳妇逼得跳河还不够，别霍霍我家素素，我家的事情你少管。再让我听见你说我媳妇，我看见你儿子一次打一次。我让青山带着媳妇去姥姥门上走了一趟，别啥都不知道就嚼舌头，乱嚼舌头让我知道了，小心我和他没完。就是有些人自己家的破事儿一大堆，还成天的有艰辛操心别人家的事情。可惜林素素和安青山早就跟着安母走远了。锅里给你们留了饭，我热热。这衣柜这么大，挡了一整面墙呢。等着再赚点钱，咱也买组沙发放家里。咱们村只有支书家有沙发，是找木匠打的，听说城里人家里都放这个。那咱好好赚钱。素素，你猜猜我今天见到谁了？就是你那个堂姊妹的娘家人来了。哎呦，一来咱们村就闹了好大一场，真是。娘，你接着说啊，他们咋闹的？是我那个二婶来了，还是我奶奶来了？是不是闹得林春霞脸都黑了？是啊，来了3个人呢。我远远的听着说是你那个二婶和堂哥还有堂嫂，3个人一来就摆了好大的官架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才是村支书呢。啥？那张家嫂子没事吧？这帮人咋能欺负孕妇呢？没事，小倩直接喊了人，咱村半个村子的人都出来了，他们谁敢动手？那就好。我二婶一家子没有能讲理的，从前我爹娘不知道在我二叔二婶手里吃了多少亏呢。这么多东西你们带回来也得挺费是吧？我和素素商量去买3轮车，以后运东西也能方便些。就是不知道贵不贵，可能还得要票呢。你放心吧，我从前听人说县城百货大楼其实也会卖那种自己用零件拼装的自行车和3轮车，我打算带素素去看看。王梅花一行人吃饱喝足，看着天不早了，这才往家赶。林春霞一直战战兢兢的，生怕王梅花出尔反尔再和自己婆婆吵起来。怎么了？我们家可是娶回来个好人家的闺女啊！你有话就直说，都是一家人，怕啥？阿明，不管我娘家啥样，我已经嫁到你们家了，我就是你家的人。你都是我家的人了，还胳膊肘往外，你当我没看见？你把我才给你的的确粮拿给你亲娘了，进屋说话也不怕叫外人听见了笑话。黄爱华生气，抬脚进屋了。真是不像话！哼，这还不算啥呢，那个大奎就是阿明的那个大舅哥，一进咱家到处乱翻，饿死鬼投胎嘛，还把我给胜利蒸的鸡蛋羹给吃了。1碗鸡蛋倒是无所谓，吃就吃了。
吃了就算了，咱家胜利才多大的孩子，看到自己的鸡蛋羹被吃了就哭了。结果阿明丈母娘说咱家胜利护食，还当着孩子的面说胜利一出生娘死了，这是命硬。春霞，这些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但你要分得清，你现在嫁人了，往后和你娘家人还是少走动吧。我肯定和他们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他们为啥会突然来家里。要是按我的心意，我这辈子都不想回那个狼窝。爹娘，你们千万别生我的气。算了，你也是可怜，摊上这么一家子人。阿明、春霞，你们跟我去顺利家一趟，给顺利媳妇儿赔不是。爹，咱别空着手去，我刚发的福利有1斤红糖，带上正好给我张家嫂子吧。黄爱华便带着儿子媳妇到了张家，赵小倩一家人正在院子里准备吃饭。张大哥、嫂子，我带2个孩子过来给顺利家的赔礼了。爱华，你是知道的，你嫂子就护犊子，这顺利家的还在怀着孩子呢，白天也就激动了些。这事儿就是我儿媳妇娘家人的不对，但到底他们是亲戚，我也不好按着头皮让来给你们赔不是，只能我带着2个孩子来了。老哥，你可得给我这个面子啊！这话就说得客气了，咱俩这么多年了，不用说这话。顺利他叔，你说说你这么好的人，咋有这么个亲家？哎，我看往后3天2头打秋风的事情可少不了了。娘，你说这话叫阿明媳妇儿咋寻思？是我不对，阿明家的你可别生婶子的气。没事，婶子。婶子，这是给嫂子的红糖，今天的事情吓到嫂子了，我们该来道歉的。也不是大事，不过确实是被喝到了，但和你们没关系，这东西我们不收。嫂子，你要是不收，春霞心里会过意不去的，到时候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春霞恐怕心里永远不好受。春霞妹子不用这么见外，我这人随和得很，往后都是一个村的，大家多拉呱就熟悉了。知道了，嫂子，这就得了。青山家就在边上，改天你来找我和青山媳妇儿拉呱。晚上吃了饭后，林春霞回屋。阿明，今天的事情你不怪我吧？怪你干啥？你也是无辜的。那就好，我还以为你和咱娘一样不愿意搭理我了呢。你别多心，咱娘从来都不是那种人，她就是被你娘和你哥气狠了，等明天睡醒就好了。那你明天还回镇上？我一个大男人不上班赚钱怎么养家？我们才刚结完婚，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家里，村里人都笑话我。怎么会呢？林素素打着呵欠出了屋子，安母和安青山已经下地干活了。喂，我娘和我弟呢？你咋走路一点声响都没有？他们下地干活去了。我回自己家要啥声响？你没做亏心事，干啥心虚？哼，上次和娘吵架跑走，说不回来的也是你，现在又成自己家了，啥话都让你说了。你说啥呢？你干啥叹气？我是在感叹，从前没出门子的时候，常听人家说一个难缠的大姑姐等于多了个恶婆婆，我现在可算是长见识了。林素素见到张母和赵小倩来了，顿时委屈上头，瘪着嘴一副要哭的样子。张大娘，你起来，我今天非得给他哥教训。红英，你也是的，这脾气咋这么大呢？再怎么住也不能动手啊！你看这不是叫外人看笑话？我在家都没挨过打，嫁到这里竟然被大姑姐追着打。好孩子，有大娘和你嫂子在，没人打你。你就是个扫把星，嫁到我们家就没好事，哄得我娘和我弟团团转，刚过门就把我奶克死了。我可是去打听过了，你在你们村就是出了名的扫把星。红英，你说啥呢？红英，这话不能乱说，你们是一家人，要团结。你们都不信我的话，等回头你们自己去金山村一打听就都知道了。哼，要不然就他这副狐狸精的模样，怎么可能没人娶她？你说谁是狐狸精？安青山，你怎么才回来啊？你媳妇儿都要被欺负死了，我在家都没挨过打，你姐打我，姐，你打我媳妇儿了，张大娘和张家嫂子来的时候，你姐抄着扫帚正追着我打呢。确实是这样，我打了又咋的？我是替咱娘好好管管她。你凭啥动手？啥时候轮得着你替我管儿媳妇了？安母腿脚慢，这会儿冲进家门，刚好看到自己闺女这副理直气壮的模样。安红英，你是不是就看不得我日子过得舒坦？你胡说八道啥？青山，我可是你亲姐，我还能害你？你闭嘴！打着是为我好的幌子，你做了多少害我的事？红英啊，你说你咋就不能安安分分过自己的日子，非得多管闲事去破坏你弟的日子？娘，我没有。你要是在你婆家拿出在娘家欺负弟媳妇的气势来，日子也不会过成这样。我没欺负他，是他先说我的，说我是难缠的大姑姐，还说我是你先说我是愣子，是扫把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你了，大姐你干啥一回来就骂人啊？安红英，你才是愣子，你才是扫把星，你每次回来就弄得全家人不痛快。安青山，你娶了媳妇就忘了良心了。小时候爹娘忙，可是我看着你长大的，所以每次只有我和你在家的时候，你都会偷摸的打我或者掐我。我还成天的做饭给你吃，你自己偷偷吃白面糊糊，给我吃地瓜面的窝窝头。娘干完活回家见白面没了1多半，问谁吃的，你还撒谎说我偷吃的。张母和赵小倩两个人有分寸，知道这是安家的家事，他们外人在场反而不好，于是便说家里还有事就准备回去了。安母黑着脸进了堂屋。
娘，你别气坏了身子。素素，你别怕，娘给你做主。安红英、安青山，你们给我进来。那么大的人了，不嫌丢人。娘，你不能偏心。你真是不知五六。我问你，你这次回来干啥？是为了挑素素不是的？我没有，是狗蛋饿了，我让他舅母给找点吃的。没寻思青山媳妇儿不乐意，还说我是难缠的大姑姐，赶得上恶婆婆了。我生气就骂了她2句。你自己一回来就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我啥时候不乐意狗蛋吃东西了？分明是你说我是愣子，我生气才说让你自己给孩子找吃的，你就说我扫把星，还说我克死奶奶。安红英，你真是可以啊！是不是素素和我离婚，我打光棍你就舒服了？你胡说八道，安青山，我是你亲姐，你良心让狗吃了。你良心才让狗吃了，你也是当人家媳妇的。当初你刚结婚的时候，忘了你在那边日子过得多难。红英，你不用说是咱一家人都不站你这边，你脑子想一想，这段时间以来你做的究竟怎么样？你难道不希望你弟弟过得好？娘，我就是想让青山过得好，想让咱家过得好，我才……素素是我给你弟挑的媳妇，你是不相信你娘的眼光。娘，我们村有个金山村嫁过去的小媳妇，她亲口告诉我的，林素素在他们村出了名的扫把星，他们村的人都躲着她走，咱把她娶进门，那不是自讨苦吃吗？当初送你去念了那几年书，都念狗肚子去了。现在新社会要放在从前，你说这话，你信不信被人送到牛棚？娘今年快50岁了，还能活多久？红英啊，你以后好好过日子，别想着挑事。等以后我闭眼了，还得是你弟和你弟妹是你娘家人，你们应该是最亲的人啊。这话让林素素有些动容，因为没结婚的时候，自己爹娘也说过这样子的话。娘，你干啥说这话？咱还年轻呢，你能活100岁。素素，你是个大方孩子，你姐这些日子糊涂了，你生气也是应该的。往后你姐肯定不这么对你了，你看在娘的面子上就不计较这回了，给她个改错的机会，行不？行，娘，我本来就不生气，我才刚是觉得委屈，以后只要姐不欺负我，我肯定拿她当亲姐。好孩子，红英，你来和素素赔个不是，往后你们姐妹之间好好处，一家人就是要团结，知道不？是我不对。林素素不是得理不饶人的那种性子，这事儿就算是翻篇了。安青山和林素素从堂屋出来，留下安母跟安红英说话。林素素想要帮忙，但却被安青山拽着胳膊拉走了。我们等会回来吃饭。等会你姐又该说我了。她今天被娘骂了，不敢当面说你。背后说呢？那你又听不见，管她呢。你要带我去哪啊？你跟我来就是了，你肯定喜欢。到底是去哪啊？安青山伸手指着不远处的一片树林，林素素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里竟然是一片柿子树。这是谁家种的？这是片荒地，一般没人过来。我上午为了挑水抄近路才发现的。太好了，咱们摘回去做成柿饼，也能拿到县城去卖。从前我们家门口就有柿子树，小时候我和卫东2人成天盼着吃柿子。后来呢？后来我奶和2婶每次都来我家门口抢着摘柿子，我爹一生气就把柿子树砍了。你喜欢吃，我在咱家院子里种一棵。我想吃的太多了，你难道都种啊？你喜欢的我都会给你。肉麻，安青山，你现在越来越油嘴滑舌了。2个人摘了10来个已经熟透的柿子，安青山用自己的上衣兜着回了家。看到有柿子吃，狗蛋都不闹着要回自己家了。以后对你小舅母懂事些，再让我知道你没大没小，别说吃柿子了，牙都给你掰掉。这柿子真甜，你们上哪里摘的？就在山根转了转。娘，这柿子等我走的时候拿几个，你们想吃再去摘。拿就是了，这些本来就是我和青山摘回来，想让你拿回去给大丫吃的。咱摆桌子吃饭吧。话音刚落，一旁的安红英突然眉头紧蹙。哎呦，我肚子疼，你们先吃。这是咋的了？上火了这是？让你成天别那么大火气，非不听。等到天色擦黑，安青山和林素素带着安母一起摘了许多柿子回来。这些柿子咱们每人都分一些，你们也带着和山货还有鸡蛋一起卖。山哥，这柿子我们拿上几个回去给家里人吃就行了，我们就不卖了。你们想好就行。这柿子得赶紧处理啊，不然就烂了。我和素素明天本来要去买3轮车，刚好早上带2筐去卖。咱先挑一些熟透的带着，然后剩下的不着急，我可以去问我娘怎么做柿饼。柿饼的价格可比咱卖柿子的价格要高呢。素素，你娘会制柿饼？素素说，从前他们家门口就有柿子树。次日，安母目送他们走远，正准备进家门的时候，却被徐寡妇给叫住了。哟，安大姐，你儿子儿媳妇最近可真是忙啊，咋天天往外窜呢？咱们当邻居的都成天见不到他们人。哼，和你有啥关系？不会是小两口又找到啥赚钱的门路了吧？你成天眼长在别人家身上，也不寻思寻思，你儿子都要打光棍了。到了县城，安青山和林素素也没有特意的去吆喝，2人把车停在一处筒子楼的外面。安青山去买了2根冰棍，2人就这么坐在路一侧。这么大的柿子呢，咋卖啊，小同志？5分钱一个。甜不甜，我可不要。甜啊，要是不甜，我给你退钱。媳妇儿，没想到你对这些小买卖还是很有天赋的。很快，2大筐的柿子就卖得差不多了，但现在只能先去百货大楼看3轮车了。安青山和林素素被带到组装自行车的工作人员休息的地方。山哥嫂子，你们在这等下，我去把3轮车骑过来。他是老黄的表弟，从前跟着老黄来村子里玩，
所以喊我山哥。山哥嫂子，你们看看吧，这3轮车怎么样？是我亲手安的。不错，这车斗还加大了。这其实是自行车的车架改的，后面的车斗是我自己焊接的。太厉害了！多少钱？组装车不要票，我表哥给我打过招呼了。这车你买就按我们内部职工价260。安青山和林素素没还价，爽快的掏了钱。喜提新车，那庆祝庆祝，咱去吃饭。可是咱还得去银行。银行的人也得吃晌午饭，走吧。我咋听见素素的动静？娘，我姐真回来了。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快进屋先吃着，我再去炒2个菜。给咱闺女煎个鸡蛋，滴一点香油。娘，你不用忙活，有啥吃啥就行。娘，我想吃2个煎鸡蛋。就你嘴馋，行，我给你弄。真是欠你的。青山啊，你做吧，不用管那丫头，她在家被惯坏了。娘，我也要吃煎鸡蛋。林卫东是不是我吃啥你就要跟着吃啥啊？你吃2个，我缺1个还不行？再说你不从家，娘从来不给我单独做煎鸡蛋。娘，我不在家，你都瘦了，是不是想我想的吃不下饭？哪里瘦了？少了你在家气我吃糠都觉得甜。姐，你在我姐夫家过得肯定很不错，你才是真的胖了1圈呢。是啊，这脸都比上次回来大了1圈呢，还是胖了好。胖了看着觉得有福气。素素啊，不是娘催你，你真得抓紧生一个，可别叫林春霞赶在你头里。因为林素素和安青山突然了，林母没有提前准备，只好临时又炒了2道素菜。青山啊，将就吃点，赶明我杀鸡让你娘给炖炖。爹，那我要是天天在家住，你是不是天天杀鸡给我吃？咋带了这么多柿子？青山和我发现了一片柿子林。娘，我记得你以前会做柿饼对吧？会啊，你想学啊？那简单，明天我就教你。娘，上次不是说要盖房子，咋还没动静呢？你以为盖房子这么简单了？得大队里同意，然后还得买砖买料。有人为难咱？那倒不是，就是为了买砖发愁些。咱镇上不是有砖厂吗？你爹去了，找了村支书开了介绍信，带着钱去了砖厂，但是人家不卖给咱，说是这段时间厂里的生产跟不上，砖都订完了。胡扯！咱镇上那砖厂可不小，怎么可能会没有砖？还不是因为砖厂的销售主任是大奎媳妇的亲哥。哎呦，你干啥去？我去问问那王八犊子干啥难为咱家？问他有啥用？还惹得咱一肚子气。我和你爹商量了，等过几天就去问问你舅，看不行就从县城买砖。爹娘，这事交给我办吧，等明天把介绍信给我，我去给买砖。青山，你不会是要和人打架吧？姐夫，你带着我，我也能打。我是那种打架的人，放心吧，这事我肯定能办好。林素素起床的时候，家里只有林母。娘，青山呢？带你弟去砖厂了，等你起来，太阳怕是要落山了。这不是高着呢吗？你家婆家也这样？娘，你咋和审犯人一样啊？再说了，我婆婆对我好不就行了？傻丫头，这良好才能嘎一好。你婆婆脾气再好，你要成天的懒，总有一天她也会不高兴的。行，我明白了，我以后勤快些。来，我给你讲讲做柿饼。这做柿饼你得挑好，这种橙红色还没完全软化的柿子就行。这削好皮的柿子咱挂起来也行，摊在竹席子上面晒也行。一定记着，天不好了就收屋里去，可不能淋了。这做柿饼啊没啥难的，你就一天抽空看看，给柿子翻个面动一动，给捏捏形，别让发霉了。那得晒多久啊？就现在这时候咋也得晒个10天，等到这个柿子肉皱巴的变成深褐色的时候就行了。我都记住了，这么简单啊？这还没算完呢，这柿饼还得上霜呢。把柿饼放到石缸里或者木箱子里，上面放上稻草保温，让里面的糖分跑出来，放个2、3天，再拿到外面去晒上半天，然后再放回去捂，循环个2、3回，完全上霜的大概半个月。难是不难，不过怪麻烦的。干啥不麻烦？你呀别给兰找借口。娘，等我赚了大钱，我还给你买好吃的回来。赚钱？你学做柿饼是为了去卖钱？林素素，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和青山2个人去？林素素，你真是可以啊，你胆子真是大。现在形势慢慢都放开了，报纸上说了这是农副产品自销，现在上面是支持的。娘，你别生气啊，你先听我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鼓励农副产品自销，县城里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摆摊做小买卖的。别的不说，你自己想想，这2年是不是走街串巷的卖货郎都比从前更多了？你别和我说这些，你咋就保证日后形势不会又变回从前？那难道就一直等吗？娘，你相信我一回行不？要是怕这怕那的，一辈子都只能种地。种地有啥不好？素素，你想想，从小到大你就比旁人要运气差，你这一个不小心要是被……我明白你的意思。娘，我现在是成年人，我可以为了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你就让我试试吧。算了，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做主吧。安青山带着林卫东到镇上。姐夫，咱不是去砖厂吗？先不去，先找个人。你是陈主任？是我，同志，恁留着地址，下午就让人先给咱送家里去。卫东，把地址给他写下来。到家的时候已经是过了晌午了。怎么这么久才回来？我回了趟家，和咱娘说了一声，今天先不回了，拿了2件换洗衣裳。娘没说啥？没有，她让咱帮着家里多做些活。
我姐夫还买了猪肉，我去和娘说，让她晚上包饺子。那我们明早就回去。听儿子说砖都买好了，林父惊讶。青山啊，那个陈主任没为难你们？没有，我恰好有个熟人，跟这个陈主任是老相识，帮我说了几句话。林素素叫苦连天。当轰隆隆的拖拉机开进村子时，林父一家再次成了全村的风景线。哼，大哥一家真是可以，没钱孝顺娘，有钱起新房子。娘，你说大哥咋回事？他是不是上邪了？你没和你哥说啊？我咋没说？就不兴他们从别的地方弄来的砖。娘，你不去看看？看啥？再让人给撵回来，可就丢人了。大奎，你媳妇儿真是能耐了，敢说长辈了。林父在村里人缘不错，喊一声，村邻们便都来给帮忙了。行啊，素素爹，这不声不响的要起新房子了，总不能一辈子住茅草屋吧？我家素素完事了，等2年还得给儿子说媳妇儿呢。素素啊，你们村还有没有这么好的青年？回头给我家你妹子说一个。行，大娘你先给我弟留意一个，我到时候从寨子村给我妹子说一个。老天爷啊，这么多砖得花多少钱？你们来干啥？砌房子这么大的事情，你咋不和我商量？林老婆子被对得哑口无言，只能回去。爹，盖房子人手够吗？我爹在村里人缘很好的，以前村里谁家盖房子，我爹都去帮忙，现在轮到我们家，人家肯定也会来的。听到这里，安青山放心了，带着老婆回家了。你娘端住衣裳去河边了，说今天天好，去河边洗衣裳呢。那我去看看。大娘、嫂子，这是我从娘家带回来的菜，你们留着吃。这咋行呢？你们留着吃吧。远亲不如近邻嘛，咱们是邻居，我和嫂子又投缘，以后家里有啥事还得互相帮衬。大娘、嫂子，你们别和我客气。林春霞把黄胜利给哄好了，正准备回家呢，就看到了林素素。林春霞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她想要让林素素也羡慕自己。听说你男人不能生，你咋知道？村里人都这么传的。那村里人还说你不能，你闭嘴，你也会害怕。要是害怕，就不该来惹我。哼，这都是你活该。林素素，这是你的报应。你喜欢生，那就使劲生吧，最好生个10个8个的，到时候一群孩子围着你，到时候你就风光了。安母是个勤快的人，哪怕这时候地里没什么活，她也会给自己找其他事情做。青山娘，咋从不见你儿媳妇干点活？你这好不容易给儿子娶了媳妇儿，不得拿当婆婆的款啊？你们谁不是从儿媳妇熬过来的？现在说这话，当初当媳妇的时候恨婆婆，现在当婆婆了就想要恨儿媳妇啊？你们几个说话也快当婆婆了，儿子都开始说亲了吧？以后这样的话可别再说了，省得往后姑娘没有赶嫁的。娘，我和你一块洗。哎呦，素素你们回来了，我还以为得下午呢。吃饭没啊？在我娘家吃过了回来的。娘你别累着，你坐下，我来洗。我家青山真是有福气，娶回来一个这么俊又勤快的闺女，回来当媳妇，成天跟我抢活干。素素啊，这点活娘自己来就行。娘，还是我来吧。怪不得村里都传青山媳妇是扫把星，你瞅瞅，这确实运气不咋地呀。这话刚说完，就看到从河水里一条看上至少4、5斤的草鱼，就这么直接蹦上岸，好巧不巧的就落下来。我的老天爷啊，素素你就是我们安家的福星。走，回家娘给你炖鱼汤喝，再去换块豆腐。我儿媳妇要是扫把星，那这世上就没有好人了。回到家的时候，安青山看到这么大的一条草鱼，有些惊讶。听说是自己跳上来的，就更是震惊了。青山，你去拿豆子，去村里换块豆腐回来。吃完饭，安青山带着媳妇回了丈母娘家，看见这个点闺女和女婿回来了，都有些惊讶。咋回事啊？怎么半夜回来了？素素、青山出啥事了？爹娘，你们看，我和青山带啥好东西来了。哎呦，这是从哪来的羊？青山，你们这是给我们的。咱们家不是要钓大梁了？有了这羊，咱家就能请大家伙吃一顿不错的8大碗了。这不行，这羊我们不要，明天你们咋弄来的咋弄回去。爹，这是野山羊，我家那边山上弄来的，我家留了个大的，这小的就弄来咱家了。这也不行啊，青山，你们刚结婚，日子也不容易，正是难的时候，要不赶明你和你弟一块去黑市上卖了吧，还能不少钱呢。爹娘，你们不要计较这些，我和素素年轻，赚钱也是为了孝顺两边的父母，你们就安心收下。是啊，你们把养了20多年的闺女都给人家了，她就是给你们牵头牛来，你们也能安心收下。阿明，我们给胜利再生个弟弟好不好？到时候就能陪胜利一起玩了。师娘和你说啥了？娘啥也没说，是我想。春霞，咱们还年轻，慢慢来。现在胜利还小，家里照顾不过来，等胜利大再说吧，好吗？黄明的声音温和，但林春霞听着却格外的冷清。林老婆子这2天身上不痛快，奶奶这是被大伯家给刺激到了。大奎说还是头一次看见奶他不吃饭呢。在家使性子有啥用？有本事跑去他大儿子家门口梗脖子啊！娘，你快点去赶，我饿着呢，再吃不着擀面条，你大孙要饿坏了。娘啊，你哪里不舒坦？我带你去镇上卫生院看看。人老了，花那个钱干啥？娘，那你给拿点钱行不？大奎媳妇怀上了，你马上能抱重孙儿了。家里成天见不到荤腥，这咋行啊？
去买块肉回来，晚上包饺子吃吧。林老二欣喜地接过来，然后就要往外走。刚出屋子，就看到了进门的林春霞和女婿黄明。哟，女婿来了，快，娘梅花你们出来啊！奶奶，这是给你的桃酥，还有麦乳精。春霞这嫁人回来是不一样了，瞅着都更俊了。嫂子，这是给你的。春霞，阿明啊，给爹的呢？买酒了没？爹，这是给你带的宜州酒。不错，我就知道你这个女婿不错。林春霞带着女婿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村，左右邻居迫不及待地过来，想要看看林春霞嫁的男人是啥样的。哎呦，好些日子不见，春霞咋都变样了？我差点都没认出来，这身上的衣裳新做的吧，真好看。大娘、婶子，你们就别笑话我了。哪里是笑话啊？听你娘说你嫁到支书家里去了。哎呦，这就是你们村支书的儿子吧？不错不错。春霞，你婆家是不是很有钱？那可不，我家春霞命才是真的好，老公公当官，男人当老师，这是一般人比得上的。春霞，你肚子里有动静没？我们都等着看，是你先怀上，还是素素先有孩子呢？这话问的，我家春霞肯定随我。大家以后可别再说这话了，要是叫素素姐听见了，会不高兴的。干啥不高兴？大家伙这可是在关心你们呢。春霞，你和素素嫁到一个村，你是不是知道点啥？哎呀，我要是说了，你们可别往外说啊。死丫头，你倒是说啊，急死我了。素素姐家的男人不能生育，这事儿我们村的人都知道。我的乖乖，这怪不得林素素那丫头能嫁过去。我还纳闷儿，咋的这丫头现在命这么好了？婆家也好，原来是男人不行啊。村里就这点不好，藏不住话。林母再次炫耀闺女和女婿带来的那只山羊时，她也觉出不一样的未来了。这安家啊，怪不得这么大方。这要不是素素嫁过去，恐怕安家也娶不到媳妇儿。哎，要我说，林嫂子你真是想得开，把闺女给嫁过去了。你这话说的，就素素的名字，方圆10里哪个不知道？嫁过去也算是般配。说啥呢？林素素靠在自己的小床上，心想着歇一会儿再出去，没想到这么一眯眼，天竟然都黑了。青山，你咋回来了？在家没事就来了。我睡了这么久啊。娘说看你一整天都帮着跑前跑后的倒水拿东西，知道你累着了，所以特意没叫你，让你多睡会的。咱娘熬了羊肉汤，让我喊你起来吃饭了。懒猫，看你晚上还能睡着不？胳膊都是沉的，我可能要来例假了。这几天你可别惹我，烦着呢。我哪里敢惹你啊？等明天咱回去，家里的活你一点都别碰，都我和咱娘干。咱娘也不干，家里家外都让你干，行不？行，谁叫我媳妇是08皮呢？你才是8皮。哎呦呦，娘爹，我姐让我姐夫给她穿鞋。林卫东，你想挨打啊？林母盛好羊肉汤，用家里的大锅熬出来的羊肉汤都发白，这也太好吃了，沾了你姐和姐夫的光。娘，你手艺真好。媳妇儿，你哪里难受？这丫头咋了？是吃坏肚子了？我今天就瞅着她脸色不太好。我姐也是可怜，这么多好吃的，偏偏她今天坏肚子了。我带你去卫生室吧，你是不是胃不舒服？林素素根本无暇回应，她现在鼻子里闻到羊膻味就难受的不行。素素，喝点水好受点。娘，咱村的卫生室在哪？我带她去看看。青山啊，你不用担心，你把素素扶到屋里，让她躺一会儿。这事儿我知道，你听我的。安青山，我不去卫生室，我躺会就行。林素素回屋躺下了。这时林母端着碗进屋了。素素，你起来喝点，看看能好受些不？当初我生你和你弟的时候也吐，每次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就做点这种鸡蛋汤，保管就好了。娘，你胡乱说啥呢？行，我胡说。明天天一早，青山你就带着他去镇上看医生去。次日一大早，安青山就带着没睡醒的林素素出门了。上次例假什么时候？最近除了恶心呕吐外，有什么其他症状吗？总是觉得身上累，一天老想躺着，总是睡不够，这算吗？同志，你可能是怀孕了。你去走廊西头领个尿杯去接尿吧，然后交到西边张护士那里，我们会帮你做个实验，确认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怀孕。要是住急，你也可以去东边中医科室号个脉。医生，我不可能怀孕啊！你这个女同志，是女人就有可能怀孕，你怎么这么肯定呢？我不能怀啊，我丈夫无精症，我怀了咋交代啊？哦，我说的是不排除怀孕的可能性，但也不能确认一定是怀孕啊。你去找中医科室号个脉，然后看大夫咋说吧。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去验个尿。林素素傻傻的走出来，安青山等在走廊上半天了。医生咋说的？怎么回事？医生说我可能是怀孕。你不是说你不能生？医生确实说我不能生啊。那我这咋会怀孕啊？我不知道。安青山，你个骗子！两个人没去找中医，而是去走廊最西头领了尿杯。等拿着结果从卫生院走出来的时候，林素素整个人还没清醒呢。这孩子是我的。安青山，你啥意思？我还能和别人乱搞啊？